我说涂烈货，你他妈穷疯了你！一个快死的女人你也卖3两银子？阿柱，你别他妈不识好歹！要不是看你20好几了还没个婆娘，我才懒得给你往家里面送女人呢。这女人是受伤不假，可你要是能请个郎中，兴许还能救活。这样你花个3两银子买个媳妇儿，那是占了大便宜了。便宜个屁！便宜你怎么不留着？你赶紧背人走，别他妈一会儿这人死在我家给我惹一身晦气。行吧，走就走，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一个快死的人我后悔个屁。涂猎户犯难地走在村里的青石街道上，思想了片刻，脚步又向另一方向走去。这是村里最穷的一家。涂猎户略微犹豫了一下，便拍响了这家的破木门。谁呀？哎，桑大铁，我是涂猎户。你这是？啊，我们先进院，这里说话不方便。涂猎户，这女的是谁呀？你把她背到我家做甚？哎呀，桑大铁，我见阿战呢已经到了适婚的年纪了，可以你们家的条件，要钱没钱，要房没房的，而且还是个外来户，这让媒婆都不敢登门啊。那个，这不，我给你送来一个便宜的女人，你只要掏3两银子，这女人呀便是阿战的婆娘。涂猎户啊，我看这女人也就剩一口气了，这我们买来万一死了，这对我家阿战更有影响，你还是再去别家看看吧啊！哎爹，买了她吧，我想要个婆娘。好，那就买了。林姑啊，去拿银子。涂猎户听说过这对夫妻宠孩子，没想到是如此宠溺，只凭他们儿子一句话便将人买了。待他拿钱走人，桑大铁这才问道：主子，你为何要买下这个快死的女人？哼，你不觉得她来的正好吗？她死了，咱家的名声更不会有人来提亲了，若是活了，也能应付一些麻烦事儿。还是主子想的周到。桑战身形蹲在女人跟前，只见女人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装，款式布料是他没有见过的。再看她容貌，虽然她的脸色惨白，脸颊上还有血渍，可也不难看出这是个漂亮女人。桑战探了一下她的脉搏，眸中幽光微闪。林姑，去将家里那颗500年的人参给她服用。啊，主子，那人参是给你留着不备之需用的，怎能给她吃？给她吧，这人还能救活，活人比死人有用。3天后，婆娘，你醒了。你叫谁婆娘？当然是在叫你了，这屋里又没有别人。你认错人了吧？我又不认识你。现在我们不就认识了？我叫桑战，从今天起，我便是你的相公。相公？这人说话好怪，自己又不是演员，这人又是一身穷人古人打扮，这是怎么回事？在拍戏吗？我家又不是戏班子，拍什么戏呀？你的头磕伤了，是我救了你，所以呢，你要嫁给我，做我的婆娘。于珊珊听他之言好像哪里不对，戏班这2个字好像给人一种很久远的感觉。眸光扫了一眼室内，只见屋内的东西陈旧简陋，还透着一股古风。请问现在是哪个国号？你是不是病傻了？自己是赵国子民都不知道了？桑战一听不由轻笑一声。于珊珊没有理会他的无礼，没想到自己还真穿越了，只是不知是身穿还是魂穿。麻烦你一下，将铜镜拿给我。你们女人真是麻烦啊，都伤得差点没命了，还有心思照镜子。嘴上嫌弃着，可还是将铜镜拿给了他。于珊珊看着镜子的自己，只见里面的人没有一丝改变，还是他本来的相貌，这让他放下心来。他记得自己和几个特工同伴在执行刺杀任务时被骗了，目标根本没有在那景林别墅，而是埋伏好的保镖。他在突围时跑上了山顶，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跳了山崖，不想一睁眼便看到了他们母子。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一下，我一直昏迷着，怎么就成你媳妇了？你呀，是被这村里的屠猎户从山上救下来的。当时你昏迷不醒，他便直接把你背到我家，因为他知道我想娶婆娘却没钱娶，所以呢，他便让我出了3两银子，把你买下来做我的媳妇儿。3两银子？你想花3两银子就买个媳妇？你是不是觉得我昏迷不醒就好糊弄？谁糊弄你了？幸好你是个半死不活的，那屠猎户怕惹麻烦，才低价把你卖给了我。你要是好模好样的，我还买不起呢。等我伤好了，我会想办法把银子还给你，反正我是不会给你做婆娘的。那既然你这么说啊，我们就好好算算，你应该还给我多少银两？你不是说3两银子吗？买你的确是3两银子，可是你别忘了，你可是昏迷不醒了3天，要不是我用了500年的人参给你服用，你可能早在2天前便死了。500年人参？哼，别怪我小瞧你啊！你家这破屋烂户，要是有500年的人参，你还会这么穷？我家穷是不假，可那人参是我前几天在山上刚挖到的，本还想着过几天到城里把它卖了换钱，这样我们一家也就不用过这穷日子了。谁知道那屠猎户把你送到我家的时候，你已经奄奄一息了，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我母亲心善，看不得你就这么死了，便决定把那人参给你服用，你这才捡了一条命。你以为这样说我就信了？你们家这么困难，怎么会轻易用500年人参救个快死的陌生人？不信？姑娘，我是阿战的母亲，名叫林姑。您刚来我家时的确是生命垂危，我儿子看你可怜，便咬牙将500年的人参给你用了。你现在能安全的醒来，全靠那颗人参。现在你没事了，你可别辜负了我儿子的一片好心啊。于珊珊闻言心头一跳，要是那桑占这样说，他还抱有怀疑，可这灵姑也这样说，倒让他有着一丝犹疑不定。虽然他们母子都互相推诿是他们一人做主救了自己，可在他看来，不管是谁做主，他们一家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大婶，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他日我定会报答你们救命之恩的。珊珊啊，我儿子从小就心善懂事，只因家里太穷，导致没人上门说亲。本想着用人参换了银钱，便能买房娶媳妇儿了，不想你来到了我家。看在我儿子为你舍掉一颗500年人参，你还是答应留下来嫁给他吧。大婶，这是让我想想。那，这就是你吃剩下的少半根人参，这参根可不是几10年就能形成的。于珊珊接过人参看了看，她虽是特工，可也略懂医理，鉴别人参年限她也懂一些。这参根与参参的皮越老，颜色越暗，参的年龄越长。眼前的人参的确有些年景了，只是具体多少年她也看不出，因为这人参已经没了多一半，让她不能从头辨别。你这人参值多少银子啊？这500年的人参可是珍稀的药材啊，关键时刻它是真的能救人性命。我呢已经打听过了，此等的上品人参市值5万两银子。你要是不愿意做我婆娘，那你就还我5万两银子好了，买你那3两银子就不要了，这样我够意思了吧？5万两，这500年的人参还真值这个价钱，可他现在哪有古代银子给他？等我伤好了，我会出去挣银子还给你，总之我是不会嫁给你的。你以为那是3两银子呢还好还，那可是5万两，你就是挣一辈子钱也还不清。再说了，我救你就是为了有个婆娘，不然我干嘛浪费一颗500年的人参来救你？这事儿呢，全村的人也都知道了，他们还都说我傻呢。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人参卖了，到时候不只有钱，还会娶好几个婆娘，犯不着救一个半死不活的人。现在你要是不嫁给我，那我岂不成了村里的笑话？以后你让我在村子里怎么立足啊？这样好了，我们先以夫妻名义过着，
等我挣到银子还给你，我再离开。也好，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挣钱。于珊珊没想到他这么痛快的便答应了，这让他不由松了一口气。于珊珊是吧？现在该我问你了，你是哪里人啊？为什么昏迷在山上了？我好像忘了一些事情，我只记得自己叫什么，其他的我一时想不起来。他现在只能装失忆，不然这穷小子会越问越多，到时让他怎么回答？桑占闻言，却脸微沉了一下，想着他刚刚醒来时的异常，又是照镜子又是问国号的，倒是真像忘了东西一般。既然如此，你好好养伤吧。珊珊，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饭去。天，还真有穿越这一说。头不疼了？轻了很多。哎，你这衣服的款式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这是从哪儿买的？我忘了，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桑占低眸看着对面的女子，这女人周身有着一种独有的气质，冷艳中带着妩媚，让人不自觉地便想多看一眼。一身黑色紧身装凸显出她玲珑有致的身材，让他看了都忍不住心跳两下。你当真一点都不记得以前的事了？于珊珊故作低头想了想，然后抬头看向他。目前我真的是什么也想不起来。你最好想不起来，若是你想着逃跑，别怪我到时候不客气。桑占一顿威胁，接着便转身出了院门。于珊珊挑了一下眉头，自己要是走，谁能拦得住他？要不是报恩还钱，他才不跟他扮演假夫妻。珊珊，这是人参汤，你趁热赶紧喝了。谢谢灵神。珊珊，虽然你和阿占是假夫妻，可在外面你们要表现出很恩爱的模样，这样啊才不会让外人看笑话。你也不能喊我灵婶，你要叫我婆婆，喊他爹为公公。知道了，我会注意的。知道就好，快喝药吧。于珊珊应着，便端着药碗慢慢地喝着。待喝了药，于珊珊便睡下了。这一睡便睡到了日落西山。哎，醒醒！我睡了这么久了。比猪圈里的猪都能睡。你才是猪呢，我是病人，自是体虚一些。胆子不小啊，你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咋啦？你别以为你救了我就可以随便你打骂，惹急了我管你是谁。于珊珊说着，一脚踹在男人的大腿上。让开，我下去。桑占不自觉闪开身子，手指摸了一下被踹的大腿。他没想到这女人刚醒来不感到拘谨害怕，反而表现得这么随意自然，这和他预想的有很大的出入。于珊珊下了炕，打理了一下头发，然后便又去了茅厕。嘿，有意思。珊珊，快去洗手，我们吃饭。好。桌上的咸菜和荷包蛋，却只有桑占一个人夹着吃鸡蛋。林姑和桑大铁只吃着咸菜。于珊珊看着这一幕，眸色有着看不惯的瞪向了吃的理所应当的穷小子。吃鸡蛋好不好吃啊？你想吃尽管吃就是了，干嘛那么阴阳怪气的？你这人是不是只想着自己呀？柴是你爹劈的，饭是你娘做的，你活不干还吃好的，让你父母吃咸菜，你不觉得你这样有些不孝吗？我怎么就不孝了？我有说不让他们吃吗？是他们不吃，我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吃，还不是让着你吃啊？你请着他们不就吃了？于珊珊，你算老几啊？敢教训老子？你还真当你是我婆娘不成？桑占被他对的也来了脾气。珊珊，你别和阿占吵，我们不爱吃鸡蛋，你刚来不知道我们的饮食习惯，等你习惯了就见怪不怪了。婆婆啊，正因为你们这样惯着他，才让他对你们吃苦视而不见，将来你们老了干不动了，他会把你们当累赘的。于珊珊，你有完没完？老子怎么样用得着你来说？别以为我对你客气几分你就蹬鼻子上脸。
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心想着娶的女人竟是个悍妇，还真是失算。你少跟我称老子的，你不笑还不让人说了，亏你长得人五人六的。哎呀，你们都不要吵了。珊珊呐，你不用为我们叫屈。阿战现在正是长体力的时候，那自是要多吃点好的。桑大铁眸中有着不快，看着于珊珊，好像他很不懂事似的。于珊珊眸光扫了一眼他们一家三口，突觉自己做了件讨人嫌的事。他好先为这对夫妻鸣不平，不但没有换来感激，反而招来多管闲事的局面。想到这儿，略有尴尬的道：对不起啊，我这人性格急了一些，还望见谅。没事，快吃饭先。我吃好了，你们吃着。说着，于珊珊起身便回了屋。以后他再也不管他家的事，等他还了恩情就离开。他们一家对他来说便是三个过客。桌前三人看着他离开，连姑和桑大铁都小心翼翼地看向桑战。不要管他如何，我们照常便可。你进来干嘛？我一会儿要歇息了。这是我的房间，我不来这儿我去哪儿啊？桑战冷目瞥了他一眼，便去了墙角处的桌前，然后拿过上面摆放的洗漱用的东西，接着便又出了屋子。于珊珊看他出去了，也走到桌前，只见桌上放着看似牙粉的东西。你在那傻站着做甚啊？还有牙刷牙杯吗？没了。那我怎么洗漱啊？脏着。冷淡的说完，在衣柜里拿了套衣服便又走了出去。于珊珊瞪着他的背影也跟了出去，待来到院子，便见桑大铁从柴房里出来。阿战呐，洗澡水给你弄好了。桑战应了一声，便走进了柴房。于珊珊看着这一幕，有些无语。这做父亲的给儿子准备洗澡水，儿子还一副理当如此的模样接受着。这哪是父子，分明就是主子奴才，这家人怎能如此惯子？看不惯又如何？他只是个外人，没有话语权。婆婆，你有多余的衣服吗？我想洗个澡。珊珊啊，你身子刚好点儿，过2天再洗吧。我没事儿，我简单的洗洗就可以了。好吧，你等一下。我也没有好衣裳，就这套没有打补丁，你别嫌弃就好。不会的，谢谢婆婆。这姑娘还真有脾气。于珊珊抱着衣服回了屋，静静地坐等着。她在等那个穷小子洗完了，自己再去洗。等了片刻，桑战一身神清气爽地走了进来。只见他的头发湿漉漉的，还滴着水，衣服半敞，露出他些许赤裸的胸膛。虽然衣服破旧，可谁叫他长得好看？这让他周身带着一丝魅惑人心的气质。你的洗澡水到了吗？明天我爹就到了，不用我操心。你沐浴过的洗澡水自己就不能倒吗？你真好意思让你爹伺候？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又不是外人。我要沐浴，你去把你的洗澡水倒了去。自己倒去，我可没伺候过人。于珊珊看着他大爷似的坐在炕上翘着二郎腿，努力压了压火气。要不是看在他家救过自己的份上，他定要教训他一番。想着，拿着衣服便出去了。不知道哪来的野丫头，也敢使唤我，不知所谓。于珊珊来到柴房，便见浴桶的水果然没倒。王八蛋，没有大爷的命，去摆着大爷的谱。气归气，这水只能他自己倒。来回折腾3、4次才把水淘完。随后他又去提水刷干净浴桶，然后才将浴桶灌了个多半桶。待弄好，累得他头又疼了起来，这让他休息了片刻。等头疼轻了一些，这才脱衣服。当他刚脱了黑色特工服，房门便敲响了，这让他不由紧张了一下。谁在外面？珊珊，你晚点洗，我给你烧点热水，你再洗。不用了，我已经在洗了。他忙了那么久都不说给他烧水，现在才说，这让他觉得这个林姑有些虚情假意。那好吧，你别洗太久了，你身子刚好些，莫要着了凉。我知道了，你回屋吧。
待灵姑一走，于珊珊便脱了衣服进了浴桶。还别说，这初夏的季节水还真有点凉。不过她完全不在意，冬泳她都游过，这点凉意对她来说不算什么。她这特工的体质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你多大了？忘了。年龄也能忘？桑占看他面庞虽然娇嫩，可周身的气质略显成熟，他猜测要比自己大一点。我也想自己多大了，等我想起来就告诉你。于珊珊侧身躺好看向他，桑占看着他毫无矫揉造作，也不扭捏，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模样。这哪像是一个女人来到陌生地方该有的反应，好像她跟自己很熟识似的。你多大了？18。原来你已经成人了，我还以为你还是个孩子呢。桑占听着他嘲讽自己，只是冷漠斜睨了他一眼。你知道个屁！骂完便继续看书。这里是什么村？于珊珊没跟他一般见识，自己比他大2岁，就拿他当小屁孩了。东营村。村子大吗？不大不小，有300-400户人家。那离这县城有多远？20里。这村里人靠什么赚钱？一般呢都是进山找山货，还有田里种些瓜果蔬菜啥的。这村里地多吗？都种什么？水稻和小麦。这地方很穷吗？不富裕，我家最穷。你这么懒，你家能富才怪。也许吧。你家多少地啊？我家是外来户，只有2亩地，交了粮税地租，还不够我家吃几个月的。那你还不勤快一些，去打工挣钱？打工？嘿，这词儿倒是第一次听说啊，是哪儿的方言？我不是失忆了吗？你怎么不去找个活计啊？我如何就不用你操心了，你放心，不会饿着你的。于珊珊闭着眼睡了片刻，却睡不着。睡不着啊？白天可能睡多了。不如我们做点别的？滚！于珊珊毫不客气地骂道。男人笑出了声音，没有再说什么。正当空气中陷入一片寂静时，忽听一道女子情不自禁的呻吟声从另一间屋里传来，紧接着便又听不到了，好像那女人及时忍住了一般。于珊珊作为一个现代人，自是明白怎么回事，想来是那桑大铁夫妇在打扑克，本想着装死不理会就是，不想待了一会儿，那声音又传了过来。桑占听着那声音，眸色有着无奈。他已经习惯了，想着一旁的女人，他不由坏笑了笑。哎呀，于珊珊，我娘她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我怎么知道？这穷小子故意的，他就不相信他天天守着会不知道那声音是怎么回事。你看上去比我大，我还以为你知道呢。比你大也不代表什么都知道，你还不是这么大了还不懂帮着父母干活吗？又来，没劲。这女人还真贼，不上当。你是真没劲，懒得你呀，睡觉。明天我去县城给你买点布匹做衣裳。谢谢。家里银钱有限，买的不好你也别挑拣啊。不会，你买什么我穿什么。那就好，睡吧。于珊珊，于珊珊，醒醒！怎么了？你这女人穿的什么呀？这东西你也敢晾在院子里？桑占手指滴溜着他的胸衣和内裤，指责道：我这内衣洗了不晾晒在院子里，晒在哪儿？你以后不准晒在外面，就放在屋里晾着。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你里面穿的是这样的东西，那会被人笑话死的。行，你也别急，我知道了，下次晾在屋里。起来，跟我去县城。你不是说一个人去吗？我怎么知道你都需要什么啊？你看看都缺什么，我给你买。
于珊珊闻言，觉得他说的在理，他要买一些自己用的东西。我跟你去。桑占坐在炕沿上，看着他梳洗打扮。我看看你的伤。于珊珊听了，便站着没有动。桑占伸手轻轻地撩开他的头发，待看到那血痂时，唇角扬了一下。没白浪费我500年的人参，我再给你涂点药。说着，从桌上拿起一个瓷瓶打开，然后用手指挖出了一些，便给女人涂上了。待涂好，将她的头发遮住那伤口。好了，我们走吧。阿占呐，这就是你刚买的婆娘吧？是啊，张嫂。你可真有眼光，不找是不找，这一找便是这么漂亮的小媳妇儿。嗨呀，就是碰巧了而已。张嫂你忙着啊，我们还要去县里。你们去吧。张嫂笑着说完便走了。三哥，我们兄弟几个今天被人给欺负了，你可要替我们哥几个出气啊！姚远、刘海，这怎么回事？谁打的？是青牛村二赖子他们打的。你们5个人竟然被人打成这狗样，你不嫌丢人？哎呀，哪儿啊，他们今天人多，10几个人打我们5个，我们自然不是对手了。是啊，桑哥，要是1对1，他们都不是个。哎呀，行了，你们去哪儿了？怎么就和他们碰上了？这不是地主家里的甜瓜快熟了吗？那于老财怕人偷，于是便花钱请我们过去给他们家看着瓜地。不想那二赖子带着那么多人来偷了，我们是拿钱替人办事儿，自然是要护住瓜地了。也幸好那于老财不放心我们几个，便带着人前来查看，不然他的瓜地就凶多吉少了。三哥，要是有你在，那个二赖子绝对不敢如此嚣张。我才没你们那么没出息，为了10几个铜板给人卖命。我们这不也是没办法吗？谁叫我们没本事呢？三哥，那于老财刚刚让我们给你传个话，只要你替他守几天瓜园，他一定给你100文钱。这个雇佣价已经是最高的了。三哥，这么多钱，我看你还是去吧。不去，你们回去吧，我要去县里了。桑占想也不想的便拒绝了，遥远看向他一旁的于珊珊。三哥，这个就是你婆娘？以后你们几个喊她嫂子便可。嫂子好。5人讨好的弯腰喊人，于珊珊不知道说什么，于是便礼貌地笑了笑。哎，三哥，啥时候请我们几个喝喜酒啊？等我选个日子，便请你们大喝一顿。那行，我们兄弟等着。行了，你们快回去治伤吧，我们还要赶着坐牛车呢。那是你朋友？经常一起玩闹的。桑占侧头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看向前方。微风吹过他微乱的头发，让他有着少年不羁的既视感。待2人来到村口，便见一辆牛车等在那里，车上已经坐了5、6个人。他们2个一上车，车夫便赶着老牛向县里驶去。这时，车上一个中年胖妇人看向于珊珊，话却对着桑占问：阿占，这就是你买来的婆娘吧？语气有着一丝轻视。于珊珊听了，小脸有着不爽，这1个2个的太没礼貌了，好像买来的媳妇不配尊重似的。你叫什么名字啊？叫我珊珊就可以了。哟，这名字真好听。珊珊呐，你怎么一个人晕在了山上？田大娘看似关心道。于珊珊刚要说失忆，一旁的桑占抢先替她说了。我婆娘去山上采蘑菇，碰上了野猪，她这一害怕，掉下了山坡，磕了脑袋了。于珊珊看了看他，桑占只是瞥了他一眼，便又看向前方。原来是这样，珊珊，你是哪个村的？怎么在我山头采蘑菇？他家是西山那边李村的，他们那片山上采蘑菇的人太多，他这才翻过山来到了我们这边的。桑占暗里握住于珊珊的手，示意她不要说话，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失忆，
不然接下来好奇的人越来越多，只有把他的身份说明白了才能安静。是吗？阿占，他家这么近，你这样把他买来不妥吧？要是让那娘家人知道，会找你要人的。田大娘，等珊珊好了，我会带她回娘家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我想她父母也会答应我和她的亲事的。他们当然会答应了，你小子把人家姑娘都糟蹋了，还能怎么办？田大娘嘴角鄙夷的一撇，这时一旁的妇人也轻嘲笑道：阿占呐，还真便宜你这穷小子了。你瞧人家姑娘多倔，跟着你呀，真是委屈了。桑占没有说话，只是看似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接下来没人再打听他们的事。我们进城。桑占说着便径自往前走，于珊珊跟在他后面，正饶有兴致地看着古代街市，忽见前面的穷小子停下了脚步，随即转身看向他。这里是你们女子喜欢的脂粉铺子，你要不要进去看看？闲来无事进去看一下也行的。这铺子里面不止卖胭脂水粉，还有其他的必需品。看了片刻，他也只挑了一盒牙粉，一个普通杯子和一块棉巾和几样必需品。我挑好了。就买这些？桑占有些意外，他以为他会买一些胭脂水粉和簪花什么的，毕竟哪个姑娘不喜欢这些东西。结账去吧。带出了脂粉铺子，桑占又领着他去了布庄。挑选片刻，于珊珊没有买绸缎，也没有买粗麻，而是看中了布料舒服的棉布。她选了一款绛红色和浅紫色，两款各要了3米。等结账时要花90文。桑占一副心疼钱的模样结了账，带出了布庄，侧头看向跟着的女人。没想到养个婆娘这么费钱呢。的确费钱，你可以选择打光棍的，这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省力又省钱。要不是我爹娘着急，我才不这么急着娶媳妇呢。本以为买个婆娘就安心了，你却不愿意。也好，等你将银子还给我后，我再在县城买一个大宅子，然后再娶几房妻妾，以后我也过上有钱人的好日子。你们男人果然都是这副德行，不能有钱，一旦有了钱就会变坏。那谁有钱不想着享受啊？也是。于珊珊没有抬杠，就连那些有钱的现代人都是小三小四的包养着，更何况在这封建王朝的古代。正当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忽听一侧传来一道女子惊喜声：阿正哥，你也进城了？阿里，你怎么也进城了？我这几天住在青牛村的外婆家。阿正哥，她是谁啊？她是我刚娶的婆娘。什么？你何时娶亲了？我怎么不知道？前2天，全村都知道了。想来你不在家，自然没听说。阿正哥，你怎能随便就娶亲？你成亲了，我怎么办？哎呀，阿离，你别这样说，我一直是拿你当妹妹的，你这一说会让人误会的。你继续逛街啊，我们先回去了。不准走！你今天不说清楚，你们谁也别想走。阿占哥，你一直对我很好的，你不可能不声不响的娶别的女人，是不是他缠着你？哎呀，阿离，你别误会，我跟你哥是要好的朋友，对你自然是要照顾一些，所以我对你只有兄妹之情，并没有男女之爱，还望你明白。不会的，你骗我，你对我那么好，不可能只是当我是妹妹，你是喜欢我的。阿离，你还小，有些感情你还不懂，我对你从来就没有男女之间的喜欢，要是我做的哪里让你误会了，我跟你道歉，对不住了。桑占冷脸说完，牵着于珊珊绕开阿离便走。你们不准走！小姑娘，有什么事你可以回家跟阿占说清楚，这大街上也不是说话的地方，不是？回去说就回去说，我跟着你们一起回家。阿离，你也不小了，
我也已经成亲了，以后我们要保持距离。冷淡的说完，桑占加快了脚步。阿离看着躲着自己的阿占哥，回头又瞪向一脸无辜的于珊珊，然后便又追了上去。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当看到他巧笑安然一副处身事外的模样，让他心跳的同时就想给他一点教训。于珊珊看着他们一个追一个躲，不由好笑的笑出了声音。没想到这古代姑娘这么大胆，丝毫不逊于现代女子。正看着热闹往前走时，那桑占忽然转过了身，当看到于珊珊正一脸开笑话的表情时，微怔了一下，接着眷脸沉了沉。婆娘，还不快过来，走那么慢想让我背你啊？喂，你招的桃花债干嘛迁怒上我啊？于珊珊才不让他训斥。桑占闻言眸光暗沉，几步走回来，待来到他近前，不等他反应，一手勾住他的后脑勺，便狠狠地吻住了他。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当看到他巧笑安然一副处身事外的模样，让他心跳的同时就想给他一点教训。他要让他知道，就算他们是假夫妻，在外人面前他也不能处身事外的在一旁看笑话。于珊珊被这突然来的吻给惊得瞪大了眼睛，当意识到被侵犯了时，一个小腿屈膝，便用力顶在了男子的裆部。哎呀，你个死婆娘，你敢踢我？谁让你非礼我？再有下次，我让你做太监。于珊珊冷声说完，便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妈的，老娘的初吻竟被这穷小子给夺走了！要不是看在他家救了自己，他一脚踢碎他的蛋黄。阿离看到刚刚的一幕，不由结舌的傻站着。阿占哥，你怎么样？他怎么能这么待你？你赶紧回家把他休了。我的事不用你管，我就算休了他，也不会娶你。阿占哥，他不就是长得漂亮点儿？你看他那副表情，显然是瞧不起你啊。阿离，你也别再胡闹了。我要是真的喜欢你，就不会娶其他女人了。你还是回你外婆家，不要再跟着我们。你这样只会影响我们的夫妻感情。阿占哥，我看得出他不喜欢你啊，你又何必委屈自己？你若是娶了我，我会照顾好你的。你知道什么呀？他之所以这么待我，还不是因为你出来胡闹，他这是吃醋了，明白吗？以后你离我远远的，他就不会打我了。我跟他说清楚了。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也是，你又不是我的谁，我还等着你还钱，换大宅子，娶妻妾呢。你放心，钱我会还给你的。别说大话，你一个女人上哪儿挣那5万两去？我可没耐心等太久啊，给你2年期限，过后还不上，你就做我的婆娘。行，2年就2年。哎呀，你这婆娘真是大言不惭啊！我见过男人吹牛吹上天的，还没见过哪个女人也这么吹嘘的毫无边际呢。你没见过的多了，这说明你见识短，也不怪你不行。毕竟你出生在小山村，没有宏大的志向。切，说的好像你多有见识似的。桑占气了一声，于珊珊没有跟他争辩，话题一转道：那个阿离那么喜欢你，你怎么没娶她？他喜欢我有什么用？我家穷，他父母是不会把她嫁给我这样外来户的，这点我很清楚。可惜了，你们2个郎才女貌，很般配。般配？有我们2个般配吗？我家穷，你没家；你漂亮，我也不丑。要说般配呢，我觉着我们俩才是最般配的。你怎么知道我没家？等我恢复记忆，说不定我就回家了。你就算有家，也不在我们这个地方。何以见得？从你穿衣打扮来看呢，你绝对不是我们本地人。从你的衣服款式和布料来看呢，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国家所没有的。正因为我看中了你这点，这才舍了血本救了你。于珊珊没想到一个乡下穷小子竟还有这等观察力，倒让他小瞧了。但愿你的猜测是对的，我也想知道我是哪里人。我倒不希望你恢复记忆，你最好永远都想不起来。
为何？能为何？你要是恢复了记忆，你岂不是做不成我婆娘了？你也别抱多大希望，说不定我会很快挣到银子还给你。我才不信你有那个本事呢，你就等着2年以后做我婆娘吧。说归说，不要动手动脚的，你再对我无礼，别怪我不客气。你还能再如何不客气啊？是不是再踢我一下？我可不只会那一下。是吗？那以后有机会我可要领教领教。于珊珊发现这个穷小子的性格让她有些捉摸不透，有时他表现的一副不屑一切的高冷范，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可有时又是一副懒散中带着一股邪气。珊珊，阿战正是长力气的时候，好吃的我们要紧着他一些，我们女人又不出力，随便吃点便好了。明白了，婆婆。说着拿起一个菜团子掰成2半，然后放下一半吃一半。这菜团子有些发涩发苦，吃得他直皱眉，勉强喝了一口野菜汤，这才咽了下去。桑占吃着馒头，吃着肉菜，没有看他一眼，好像事情本就如此一般。于珊珊性格自来要强，不属于她的东西她从来不奢望，她想要的东西都要凭自己的本事去努力赚来。你去哪儿啊？我去街上走走。阿占呐，我们真的要继续这样吗？你们要记得，她只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有些事不得不防。哎，姑娘，你是谁家的？怎么没有见过你啊？大伯啊，我相公是桑占。啊，原来你就是桑大铁家买来的婆娘啊。老伯是哪位？啊，我是这村里的村长，你喊我李伯便可。怎么不见阿占呀？他在家忙别的，没出来。他忙？有谁不知道他是全村里最懒的一个，他有何忙的？你跟着他可要做好受委屈的准备。我知道，李伯啊，我刚来此地，以后难免叨扰你。这只野兔是我刚刚抓来的，你拿回去炖了吃。他要想在这村里混，巴结着村长是必须的，这也是为了日后好办事做个铺垫。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呀？你好不容易抓的，我怎么好要走啊？李伯嘴上说的客气，手却将兔子接了过去。山上兔子有的是，改天我再去抓就是。李伯，你们在说什么呢？阿占，你可是娶了一个好婆娘，以后你要勤快一些，莫要再偷懒了。李伯，她是我婆娘，我自会待她好的。你婆娘很懂事，这不，这野兔就是她送给我的，她呀比你有孝心。嗨呀，李伯，我娶的婆娘的自是贤惠，不然我怎么会一眼相中呢？阿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要好好珍惜，以后改掉你的懒惰，这样你们才能将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我知道了，李伯。哎，行了，你们回家吧。说完，李伯便提着野兔高高兴兴地往家走。兔子哪儿来的？自是抓的了。兔子跑那么快，你能抓住？我干嘛要追兔子啊？你抓过兔子吗？你别管我会不会抓兔子，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抓的。这有何好奇的？这个陷阱不就做到了？嘿，你不是失忆了吗？我是失忆不假，可我又没傻，有些生存本能还是有的。跟我回山上，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逮兔子的。你放手，我自己会走。你这女人呐，不止大言不惭，还会溜须拍马。我初来乍到的，自是要打好人际关系。哎，你好端端的抓兔子干嘛？卖钱。一只兔子能卖几个铜子啊？1斤猪肉还20文，兔肉再不济也要30文吧。在牛车上时，他听2个妇人唠嗑，提到了猪肉的价格。这么急着赚钱还债啊？
我看呐，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就算你抓完整座山上的野兔，也不够还那5万两的。我当然知道不够，不用你提醒，我自有我的想法。桑占不再多问，二人一路进了山。待找到兔洞，于珊珊像之前那样在洞口摆弄着陷阱。桑占看着他手法熟练的忙着，眸底有着一丝深谙不明。于珊珊弄好后，便扯着桑占隐身在树丛里。你以前经常抓野兔啊？于珊珊刚要回话，忽觉他的问话有着试探。可能抓过吧，不然我也不会这些。你这失忆还真少见，脑子不记得，手里会的倒是没忘。可能我摔坏了半个脑子。两个人静静地等了片刻，一只肥大的野兔不知死活地爬了出来，想当然地便入了于珊珊的陷阱。这陷阱很实用。还行吧，这只野兔好沉，一定有8、9斤重。要按1斤30文算的话，这只兔子能卖200多文。我逮它个10几只，就是3两银子。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兔肉在这小县城是不值钱的，顶多值10文。差这么多吗？啊，那要是值钱的话，满村的人都逮兔子。再不值钱也比野菜值钱，我多抓点不就行了？接下来于珊珊又抓了2只，打算明天去县城卖掉。桑占替他提着2只野兔掂了掂。我说于珊珊，你怎么不向我借点银子，这样多省事儿？有人说过你这人很装吗？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穿着千疮百孔的破衣烂衫，还要装出一副有钱的大爷。明明你很穷很懒，却偏要自持高人一等。像你这种眼高手低的男人，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还问我为何没有向你借钱？你家能有多少银子借给我？就连口好吃的都给我分清楚。银钱方面就更不用提了，我还是自力更生，比较有尊严。也不是跟你分得清，谁叫我家里穷呢？我父母就我一个儿子，那好吃的自是让着我吃了。看出来了，所以他们将你养成了无所事事的穷人家的公子哥。你是不是很瞧不起我？你这样的人有谁会瞧得起啊？哦，也不完全对，这眼盲心瞎的人有的是，比如那个阿离就觉得你很好。于珊珊，你再这么冷嘲热讽的说我可生气了。不说就不说，懒得理你。珊珊，听阿占说你抓了3只野兔。婆婆，晚上你杀1只，我卖2只就可以了。他也想吃肉了，自己实在吃不惯菜窝窝，只要他挣了钱，绝不会再吃那难言的吃食。那感情好啊，一会儿我让你公公杀，这兔子这么肥硕，肉一定很多。好。于珊珊笑了笑，便回了屋。你这么费时费力抓来的兔子，就舍得杀了吃？这有什么舍不得的？吃了又不是没有了，等我挣了钱，天天吃肉。我娘只让你吃粗粮，你却让全家都吃肉，难道你不讨厌她的区别对待啊？我的命是你们救的，我感恩还来不及，又怎么会为一口吃食记恨你娘？就算记恨，我也只会记恨你，因为他们怎么待我是取决于你对我的态度。你都不向着我，他们自是更不会拿我当回事儿。所以你这样自私自利的男人，我是不会喜欢的。我自私自利？看来我那500年的人参是救了个白眼狼啊！别把自己说的多无辜啊！你救我还不是想让我做你的婆娘？不过我也该感谢你的大度，没有为难我，还给我时间还债，这一点你还是很仗义的，谢谢。一码归一码，他还是很感激他们一家没有勉强他。你这一会儿贬一会儿夸的，着实让人气恼。我只是在说事实啊。你后面说的很对，我家虽然穷，可还不至于强娶他人的地步。只要你能还清了银子，你随便去哪儿。桑占嘴角微扬道。于珊珊斜睨了他一眼，拿过炕边上的包裹，从里面拿出上午买的布料。有木尺和剪刀吗？你会做衣服？会点儿。作为一个合格的特工，
每样事物他都需要有所设计。真没看出来啊。桑占嘴上轻视地说着，便去了西屋。没一会儿便拿着针线盒子走了进来。你要的东西都在里面。桑占看着他小手流畅的画画剪剪，一块布便剪成衣服片。他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女人做衣服，原来一件衣服做起来也如此复杂。你还要绣花啊？不绣。这绣活他可没学过，现代人有几个学这个的？是不绣还是不会绣啊？桑占好似猜到了他的短处，取笑道：你又会什么啊？我会的多了，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于珊珊不再理会他的傲娇，继续裁剪着。不多时，他便裁剪出古代女人穿的衣裙、裤子还有肚兜。接下来他只需缝制便可。这时院外传来桑大铁和灵姑说话的声音，好像在杀兔子。你不害怕吗？又不是杀人，有何可怕的？还真是个特别的女人。到了晚上，桌上摆放了一小盆的兔肉，那香味让人闻着食欲大开。阿占、珊珊，你们快吃吧。灵姑笑道。于珊珊这次没有客气，夹了一块兔肉便吃了起来，还是自己的东西，吃着理直气壮。桑占随后也夹了一块，慢慢的吃着。他的吃相完全不像一个穷苦人家孩子该有的不讲究。于珊珊吃了几嘴，发现灵姑和桑大铁没有吃，而是吃着野菜。公公婆婆，这兔肉有很多，你们也吃啊。珊珊，你吃你的，我和你公公不爱吃肉。灵姑不自觉地看了一眼桑占。于珊珊这下明白了问题所在，感情他们做父母的吃饭还要看儿子的脸色。桑占，你作为人子的，难道就忍心自己吃肉，让父母吃野菜吗？于珊珊看不惯道，本来不想管他家的事，可今天这么多肉又不是不够吃，他再这样就让人看不公了。你们也赶紧吃肉吧，不然我这婆娘以为我有多不孝呢。灵姑与桑大铁互相看了一眼，然后有些拘谨的各自夹了一块肉。于珊珊看着他们一家三口的反应，心里直犯嘀咕，这古代人难道就是这么惯孩子的？吃口好的还怕孩子不高兴？见他们都吃了，他也不再过问其他的，因为那些事跟他没有关系，他才不自找不痛快。一连吃了7、8块肉，他这才离开饭桌。别缝了，歇息吧。你先睡，我缝到头再睡。婆娘，你不是要卖兔子去吗？再不起来早事就过了啊。谢谢。自然随意的道着谢，便坐起身拿起灵姑的那件旧衣。他的新衣没做好前，只能先穿这件了，特工服又不方便。他这一起身，洁白无瑕的美背暴露在男子的眼中。还不等桑占多看一眼，女人已经披好了衣衫，接着女人又露出白嫩的细腿，穿着裤子。桑占看着她毫不避讳地当着自己的面穿着衣服，这让他有着不爽。他这样是不是说明完全当得不存在，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自己？想着自己被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嫌弃，眸光不由微冷。于珊珊不知他的心理活动，穿好了衣服下了炕，待梳洗打扮好便出了房门。哎，你这是要自己去县城啊？不然呢？说完便出了家门口。他可不指望着他能帮自己什么忙，他又不是自己的真老公，用着理所应当。桑占见他走了，俊脸黑了下来。他起了个大早，叫他起来不就是想跟着他一起进城吗？他倒好，一副不想沾他光的表情。要不是看在他一个姑娘家进城有危险，他才懒得早起。他睡大觉不香吗？于珊珊出了村子，发现牛车还没来，于是便站在路边等着。正等的无聊时，忽听身后传来脚步声，顺声望去，只见桑占神情淡淡的走了过来。于珊珊有些意外的看着他，你怎么来啦？别误会啊，我去县城是有事要办，你的事我才懒得管。我才不会自作多情，你这么懒的人才不会为他人着想。半个时辰后，一车人到了城门。于珊珊拿好自己的竹筐便进了城，也不去问桑占要到哪里。
桑占看着他径自进了城门，连看自己一眼都没有，还真是看不起他。笑，不错呀，这野兔个头大肉多，可以采购回府。哎，我说姑娘，这兔子咋卖啊？一只120文。嘿嘿，姑娘，你卖的这个价格可够高的呀。你是不是欺负我不知道这个野兔的行情啊？这位大哥，我的东西是比别人贵一些，但你也要看东西的本质。常言道，一文价钱一文货，我这野兔不止肥大，还是活蹦乱跳的活物，杀来吃定会形形无比啊。嘿，那谁家的野兔不是活的？我看呐，你就是凭着自己长得漂亮想讹人。你们若是想买，价格我们还可以再商量。你们若是不想买，那就请你们再去看看其他人家的。嘿，我们当然是诚心要买的。一只兔子50文，这2只给你100文。不好意思啊，这个价格不卖。姑娘，你可知我们府上是何人呢？就凭我家主子在鲁野县城的地位，那白吃你的东西都是看得起你。我跟他又不认识，我管他看不看得起，你们去别家买吧。大胆，竟敢藐视我家主子！要是你把野兔交出来，我们就当什么也没听见，不然的话，你以后别想在县城里作。你家主子知道你们狐假虎威吗？我就不信一个在县城有着一些地位的人会是你们这样的德行。想吃白食可以，那就让你家主子亲自来拿。嘿，就凭你个乡下野丫头，还想让我家主子来？你脑子有病吧你！今天这野兔我们要定了，你不卖也得卖。说着，将100文铜钱扔给他，提着竹筐就要走。何时我谢府混到强买强卖的地步了？谢爷，小的只是想给府上省些银子，我们可是一心为谢府着想的。还请谢爷看在小的忠心的份上，饶了我们2个。狗奴才，我看你们这是想从中克扣采买银两，故意打着谢府名号，想占百姓的便宜。你们这样的奴才，我谢府可不敢收。回去领了月银，给我滚出谢府！谢爷恕罪啊，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们可以滚了，不然月银1分都不给你们。2个小厮一听，不敢再求饶，狼狈不堪的便跑了。姑娘，都怪在下御下不严，让姑娘受惊了。无碍，公子能严惩恶奴，想必也是一位仁义之人。哎，姑娘，为了不让人以为我谢府纵容行恶，这野兔我买了。公子给多了，这2只野兔只需240文。多的就当我赔罪了，你尽管拿着便可。公子言重了，此事跟你无关，你无需道歉。这银钱该是多少便是多少，我是不会多要的。可我没有零钱怎么办呀？公子，于珊珊刚要说不让他买了，身后一人将他的竹筐提了起来。谢爷既然大方的要买下来，那我们就勉强卖给你了。你是？我是他相公。原来你们是夫妻啊，果然是郎才女貌。小兄弟，好福气啊。谢爷拿好。谢商接过装有野兔的竹筐，然后将1两银子给了桑占。多谢。婆娘，我们该回去了。放手！谁让你自作主张把兔子卖给他的？不是，那有钱不赚你傻呀？你这是赚钱吗？你这是贪他人的小便宜。那也要有便宜可占呢，这送上门的便宜，不占白不占。你还真是小市民，活该你穷。我的确穷，看到银子就想要。那以后你可得多多努力赚钱了啊！我以后可就指着你养我了。
你说这话臊不臊？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让女人来养，亏你说得出口。谁让你把我的好日子搅和了？我不找你找谁啊？我欠你的银钱早晚会还给你的，你也不用现在急着让我还债，拿来。拿什么？少装傻，银子。嗨，原来是要钱呢，跟我来。掌柜的，麻烦你将这银子换成1贯钱。掌柜倒是实在人，没有多问，便从抽屉里拿出2串半贯钱给了他。桑占从中数出240文钱，递给于珊珊。那，这是你的野兔钱。你有没有搞错啊？我的兔子可是卖了1两银子。你是不是忘了？这1两银子是我卖的，这240文才是你卖的价钱。今天他才知道这个穷小子不止馋懒，竟还是个无耻的小人。他想理论，发现自己竟找不到借口。2个人一前一后的走着，于珊珊故意跟他拉开距离，不想和他一起走。我操，臭女人，你竟然敢打本大爷！你是谁？为何拍我肩膀？拍你怎么了？那你也不能打人呀！现在我被你打伤了，你赶紧带我去看郎中。你不骚扰我，我又怎么会打你？不想死的，离我远点儿！哎，打了人还想走？你也不看看大爷是不是好惹的人？你想怎样？自是带我去看郎中了。今天出门可是撞了大运，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女人了。要是能把她卖到迎春院，定能卖个好价钱。看郎中，好啊！跟我们来。于珊珊脸下眼底那抹幽光，便想着先跟他走，到时他再引他们去个无人的小胡同杀了他们。别怪他心狠手辣，从这2个人统一着装来看，他们定是某个堂会的人。若是这次他放了他们，那他再想进城办事就有潜在的危险。为了自己以后的安全，他只能先下手为强了。可当他想好了打算要跟他们走时，身后传来一道爽朗的声音：婆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阿占，刚刚我撞伤了这位大哥，我先领着他去看一下郎中。你们这么壮实的大汉，能被一个女人撞伤，还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嘿，我操，臭小子，撞伤人还分男女不成？总之是你婆娘撞伤我了。你就说要多少钱吧。5两银子，只要你一文不少的赔给我，你婆娘的事儿我便不再追究。5两，不多，我给你。可是我这身上没那么多啊。这样好了，你们呢，跟我去钱庄取银子去。操，你个穷小子，不会是糊弄我们吧？你这样的能有5两？我这样怎么了？区区5两银子我还不放在眼里呢。你们到底要不要？不要我们可走了。哎，等等，我们跟着你去就是了。那好，婆娘，你先出城等着我，一会儿过去找你。于珊珊有些怀疑地看着他，他可不相信他有银子在钱庄。可他既然这么说了，他也不好过问，兴许他真的有呢。想着点了点头，便自己向城外走去。哎呀，小子，快领着我们去。好，随我来。猥琐男见他不似说谎的模样，心下一喜，看来今天又白来几两银子。至于那女子，等他们拿到钱，再逼着这穷小子将他婆娘交出来，到时人财他们便都得到了。哎，客官，你是兑换银子还是存银子呀？掌柜的，我欠这2人5两银子，麻烦你给我兑换几两。桑占手指看似不经意地在柜台上划了一道痕迹，掌柜的一见，眸色微闪了一下。客官，这取银子好说，不过我有点事想请你们帮忙。什么事儿？这后院我们刚刚进来一批木头，今天长工有事没有来，你们能不能帮我挪一下呀？你们放心，工钱我加倍给你们。二位大哥，
要不要一起挣点零花钱？切，大爷才不干长工那活呢。你先把那5两银子给我们，你想去干苦力随你。哎呀，不急，我先去看看那活计好不好干。麻烦掌柜的带我先去看一下。好，随我来。桑占跟着掌柜去了后院，猥琐男怕他这个穷小子跑了，也跟了过去。掌柜的，木头呢？你们不就是吗？我操，臭小子，你可知我们是什么人？快让开，不然让你死得很惨。你们不就是青虎堂的狗腿子吗？桑占嘴角微勾起一抹杀意。既然知道，还不快让开，让我们离开？离开？难道你们忘了你们青虎堂一贯的行事作风了吗？那个小兄弟啊，别误会，只要你放我们走，我们青虎堂的人便不会跟你计较。整个芦野城，有谁不知道你们青虎堂做事向来都是阴险毒辣？但凡让你们盯上的人和事，你们便会不择手段也要得到。你说，你们这样的人，我怎么能放了你们？你们是什么人？没想到这芦野城还有你们这样的势力。你没想到的多了。来人，送他们上路。桑占没了耐心，简单的一句命令便灭了2个人。于珊珊等在城门，眉间有着焦急。那穷小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不会是被那2个人发现他没钱，便狠揍他一顿吧？阿占家的，你相公怎么还没回来？我们可是等半天了，眼看着都快晌午了。香嫂，再等等，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在他犹豫着要不要进城去找人时，那桑占却嘴里叼着一根稻草，悠哉悠哉地从城门口走了过来。于珊珊本能地迎了上去，眸光也下意识地上下扫亮了他一眼。见他浑身没有受伤的痕迹，有些担忧的心便放下了。怎么去那么久？嗨啊，钱庄远了点，怎么担心我了？自然，谁让你是我的恩人？嘿，你还真诚实。走了，回家。你家既然有银子，干嘛过得这么紧巴巴的？本来娶了你，我家就可以轻松点了。不想呢，那家里仅存的5两银子，也让你给造没了。真的假的？你家就那5两银子？当然是真的了。我500年的人参都让你吃了，5两银子我还有必要瞒着？当时谁让你那么快答应给他们的？就凭你这穿着打扮，要是哭穷，兴许会省下2两。你知道个屁！我一个8尺男儿，岂会那么软弱无能的哭求他人？喂，说归说，不要说粗话。乡野村夫就这么粗鄙，你要学着习惯才是。我才不会习惯你这样的人。等我离开后，你愿意骂谁别骂谁。5万两，你就那么有信心，2年便能挣到5万两白银？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不难。桑占没有说话，只是轻笑了一声，好像在嘲笑他白日做梦一般。阿占哥，你回来了。阿离，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于珊珊看了他们一眼，很识趣地回了屋子。阿离，我现在已经有婆娘了，以后你就别再来了，你这样让我很为难的。可他不喜欢你，你这样迁就他是不会幸福的。阿占哥，我可是一直在等你向我家提亲的，你只要跟他和离了，我立马便会嫁给你。阿离，你的想法太单纯，我就算没娶她，我们也是不可能的。就凭我家的条件，你父母也不会答应这门亲事啊。所以你还是听你父母的话，另找夫婿吧。喂，你既然不喜欢我阿占哥，那就赶紧跟他和离，我可不能看着我阿占哥受委屈。于珊珊拿下棉巾擦着脸，待擦好才看向桑占，见他正对自己使眼色，便明白了他的用意。谁说我不喜欢他？小姑娘，别人都娶妻了，你就别惦记了，我和他是不可能和离的。
你少骗我！要是你喜欢他，还当街踢他，而且还踢得那么重。小姑娘，这你就不懂了。打是亲来，骂是爱。正因为我喜欢他，才打他。你不是看到了吗？我们两个打过后，照样出双入对，这说明我们的感情很好。阿离闻言一时语结，不由看向桑占。战哥，你怎么就另娶了他人？没想到你唬人还真有一套，三言两语便把人打发走了。这样的小姑娘想法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喜欢就可以在一起，完全不会考虑其他因素。哼，说的好像你自己很老实的，你比他大不了几岁。别看我区区只大他几岁而已，可思想上可是和他相差10万8千里啊！看出来了，你是个有主见的姑娘。于珊珊刚要说话，院子里传来林姑的埋怨声：“我说桑大铁，你怎么烧火的？满屋的烟，想熏死我不成？”可能是灶火底下该掏灰了，这平时也不这样啊。会不会做饭？不会。会他也不做，那些粗粮野菜的他做着没兴趣。哎，我说于珊珊，我娶你进家门是过日子的，虽然你我不是真的夫妻，你也不能光等着吃现成的吧？我可以干别的。比如呢？刷碗、扫地、收拾家务。地里的活会干吗？会点儿。正好，过段时间小麦该收割了，到时候你帮着干活吧。你呢？我自然是看着你干了，家里的活我可从来没干过。你不干我也不干。你怎么能跟我比呢？你就算是个外人，在人家家里借宿也要干活吧？去就去，2亩地能有多少活？不多，所以你放心，不会累着你的。到了傍晚时分，于珊珊把衣裙和裤子还有礼衣便做好了。既然做好了，她自要试穿一下，想着便脱了林姑的旧衣服。可当她刚穿上新做的内裤时，门帘忽动，一人毫无预警的便走了进来。身着肚兜和内裤的于珊珊就这么映入了桑占的眼中。桑占没想到一进屋会看到如此脸红心跳的画面，这让他一时呆住了。你生气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于珊珊起初惊了一下，不过很快便淡定了下来，然后没事人一样的继续穿着衣服。桑占强自收回目光。于珊珊，你这3番2次的当着我的面赤身裸体的穿衣服，你是不是算准了我不能把你怎么样？谁赤身裸体了？我这不是穿着内衣吗？怎么样，合不合身？桑占看着她红衣倩影，不得不暗自赞叹这女人不止容貌好看，身材也很好。穿上这身红衣更让她显得艳丽无比。就那么回事，能穿就行了。好看她也不会夸她，谁让她瞧不起自己？正说着，院子里传来说话声，好像有人来了。桑占转身便出去了，于珊珊也跟了出去。阿占，今日我来是有事相求，还望你能答应。什么事儿啊？阿占，想来遥远都跟你说了，我那片瓜地眼看着就要收成了，可那二赖子整天虎视眈眈的想偷我的瓜，在这个村子里还就你能治住他，所以我想雇你帮我看几田瓜地。抱歉了，于老爷，我一个穷小子哪有那个本事啊？您呐，还去找别人吧啊！阿占，我知道你的能力，这东营村属你能打，那二赖子都不是你的对手。我愿意出150文钱一天请你，别人可都是10几文。哎呀，于老爷，我这人一向是好吃懒做，让我出力干活，你这不是难为我吗？哎呀，阿占，你家的日子过得这么紧巴巴的，更要挣些银钱补贴家用，你就给我看7天，到时候挣的1两银子够你吃花几天的了。你说的也有点道理，这样吧，你要是非让我去看瓜地呢，7天你给我1两半银子，你要是答应了呢，我便勉为其难的给你看瓜地，不答应就算我没说。阿占，我这瓜地才卖几个钱呀，你一张口就要1两半。于老爷，你家瓜地几10亩，可不值几个钱，既然你不应，我不要就是了，你去找别人吧。好，我答应，1两半就1两半，你今天便去瓜地，这7天你不能回家，吃喝都在地里，自己解决1顿3餐。行，晚一点我便去地里。瓜地那边只有10几个人看守着，
你再叫上你几个朋友去，他们每天15文钱。行，知道了。那好，事情既然谈妥了，那我便回去了。婆娘，这几天就辛苦你给我送饭了。看来你也不是一无是处啊，竟然还有跟人砍价的资本。别太小看人，一个人再没用也有他的长处。桑占威勾了一下嘴角，便回了屋。于珊珊随后跟进屋子，见他收拾了2套旧衣服和梳洗用品，待包好，这才回头对他道：我去找几个朋友，你记着，晚晚去村西四屋里给我送饭啊。知道了。桑占看着眼前的女子，她这换上红色新衣，这让她美丽的小脸更妩媚了几分，也让她临时改了主意。还是算了，让我爹送吧。你长这么漂亮，走好几里地我不放心。随便。于珊珊说的淡淡无情，心里却发现这穷小子还是会关心人的。我走了以后啊，你还是别去抓兔子了。深山处有野兽出没，你一个女人独行很危险。你先等几天，等我回来以后，我陪你上山。行，我等你回来。那我走了啊。哎，三哥，那二赖子昨天没有得逞，今天肯定还会来的。那个赖皮比老子还不务正业，他要是再来，看我不好好揍他一顿。他也就敢惹咱村的于财主，他们村的刘财主他却不敢惹，他就是一个外教的狗。好狗护森林，他呀还是担不得起这个名号的。他那样的人，要是打不服他，日后他还会找你麻烦。他最好是别来，要是来了，我可不再轻易的饶了他。哎，三哥，等这里的活干完了，我们要去县里的营造司做长工去，你去不去啊？听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到了那里1个月就给200文钱。你们呐，刚15、16岁的年纪，又没手艺，能挣这么多已经不少了。不过呢，我是不会去的，太累。姚远，你傻了不成啊？三哥刚娶了那么好看的婆娘，他自是舍不得出门了。确实啊，那么好看的婆娘，我怎么好让她守空房呢？哎，三哥，你还是留在家里吧。那么好看的婆娘，要是嫌贫爱富的跑了，就得不偿失了。你最好留个心眼儿，将她看紧了。我会的。三哥，不好了，那二赖子带着很多人来偷瓜了，你快把人都叫过去。姚远、李、刘海，一会儿下手给我狠狠的打。啊，桑葚，没想到那于老财将你也请来了。既然知道我来了，你便识趣点，带着你的人回去。回去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人多，你要不想挨打便闪开。二赖子一脸阴狠，那看来我们要打一场了，那老子便不废话了，兄弟们上！桑占一见自己的人不敌，周身的冷意散发周围，双手执棍便向那些贪婪的一群人攻了过去。在他所攻之地，无一不是接连倒地，惨叫不断。不多时，地上躺着哀声遍地的一片人。二赖子，今天老子手下留情，若再敢来此，我废了你们！滚！二赖子忍痛起身，擦了一下嘴角流出的血，眼中有着惧意。他竟然今天才知道这穷小子竟还有大杀四方的实力，看来以前的小打小闹是给他们彼此留着情面。看什么看，还不滚！不，三哥，以后你就是我哥，今天小弟彻底服了你了，日后我绝对不会再跟你作对了，也不再来你们村找麻烦了。从今往后我们便是兄弟，若是你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我定会相帮的。你能这么说，我自是乐意之至。毕竟谁不想多个朋友少个仇家呢？那个三哥说的极是啊，为表小弟的诚意，今晚我请你去镇上喝酒，还望三哥赏光。你的心意我领了，若是你真有诚意，那就看你日后如何做人了。还有，你比我大好几岁呢，喊我三哥不合适。三哥，我们之间不论年纪，只论实力，谁让你的本事比我大呢？喊你一声哥不为过。还是喊我阿战吧，
我可不想让人说我骄傲自大。哎呀，我管别人怎么说呀。三哥，这里你不用守着了，我们替你守着。你放心，有我在，这地里啊绝对不会少一个瓜。多谢你的好意，我既然接了这个活计，我就要负责的做好。你们都回去吧。也好，那我们就回去了啊。改天我再请您喝酒。回吧。嘿嘿，还是三哥厉害，能让二赖子服软的也只有你了。三哥，他是不是在耍什么花招啊？是不是的，我们看着不就行了。今晚加强巡视。而于珊珊并没有等他回来一起进山，第二天一早，他便孤身一人进山去抓野兔，顺便还抓了2只山鸡。珊珊，婆婆有事儿？珊珊，你公公今天去山里挖草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脚，这样只能辛苦你2天给阿占去送饭了。行，你告诉我瓜地在哪儿，一会儿我给他送去。饭菜我已经包好了，你现在就去吧，他就在村西头，你一直走，看到一片瓜地就是。大嫂，你怎么来了？你三哥呢？我来给他送饭。哦，他在那个茅草棚子里面休息呢，我去叫他。不用，我过去就行了，你忙着。于珊珊说着便向那个茅草棚走去。姚哥，三哥那婆娘真漂亮，以前我以为村长家的姑娘很漂亮，没想到三哥的女人才是真正的漂亮。这二者一比啊，那村长家的姑娘就是一般。嘿嘿，的确啊，这女人一出现，让村里的那些好看的女人失色了不少啊。三哥，这有了婆娘以后是啥感觉啊？这感觉嘛，还是挺好的。渴了她给我倒水，饿了给我做好吃的，晚上还给我洗脚。我说东，她绝不说西，很贤惠的一个女人。哎，三哥，你好福气啊，随便买个婆娘就捞到宝了，小弟佩服。这改天也让我娘给我买一个漂亮的婆娘。你以为这样的婆娘天天有啊？切！阿占，我给你送饭来了。他这一出声，棚子里的人立马住了嘴，这让于珊珊不由好笑地扬起了嘴角。待看到桑占从茅草棚里毫无形象地爬出来时，这让他的笑意加深了一些。你怎么来了？我爹呢？他上山采药崴了脚，所以只能我来送了。你吃了没？没有，我回去吃。好了，饭送到了，我回家啦。哎，急什么呀？等会儿我吃完了这碗筷，你还要拿回去呢。桑占牵着他走向一棵大树下坐了下来。天气太热，我吃不了这么多，这个馒头给你。我不饿，你吃吧。不是给他做的他才不吃，他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他才不在乎一个馒头。你这是气我没早些让着你吃吗？没有，我这人从不吃施舍的食物，不是给我的，我是不屑吃的。没想到啊，你还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说完，不再执意谦让，自行吃了起来。这片甜瓜地长得不咋地啊。于珊珊看向瓜地，只见甜瓜有大有小，最大的相当于现在最小的，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看来肥料和品种真的很重要。我看着挺好的，长成这样已经算是丰收了。上午于老财让人挑着熟的，采摘了一批。那个二赖子来过吗？来过，被我们打跑了。你是不是打架很厉害？还行吧。看来你也不是一无是处啊，靠给人看场子挣些家用也不错。你这么说，我就当你是夸我了啊，不然啊，你会天天在门缝里看人。不想让人小瞧，那你也要勤奋啊，总给人看地也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还是找一个能赚钱的营生的好。那你觉得什么活计适合我？活计多了就看你用不用心干了。比如呢？你可以去城里找个作坊干苦力，也可以去酒楼客栈做个小二。我才不干伺候人的活呢，累死。我还是等你还我银子，
做个有钱的小地主吧。那你就等着吧。说完，起身提着竹篮子便走。桑占坐在树下看着他红衣身影，年轻俊朗的五官有着让人看不懂的神色。于珊珊轻哼着小曲儿走在乡村小路上，步伐轻快无比。当他走到一片小树林时，突然从一旁窜出一个人来，正好拦住了他的去路。哎呀，小美人儿，我可是等你多时了。你谁啊？何时盯上我的？小美人儿，你刚出村我便看见你了，在你去送饭的时候，我就在这儿等你了。我可是咱们村的老光棍，那阿占的臭小子可真是有福气啊，竟然能娶到你这么漂亮的老婆，我可不服气。老光棍邪笑地说着，便扑向于珊珊。不想他这一扑却扑了个空，随即后背便被人大力地踹了一脚，将他踹了个狗吃屎。当他刚想爬起身，后背却被人用力踩住，让他动弹不得。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再也不敢了。老光棍以为来外人了，不由胆怯地求饶。臭流氓，竟敢打主意打到姑奶奶的身上。美人饶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滚！珊珊，你买这么多鸡干什么？婆婆啊，我打算卖乳鸡。卤鸡？那是什么？和烧鸡差不多，不过味道比那个好。婆婆，你帮我煮卤鸡吧，一天我给你20文钱，你看怎么样？我们娘俩还说什么钱不钱的，我帮你做就是。谢谢婆婆，下午你帮我烧一锅开水，我们把这些鸡都杀了，拔毛。行，珊珊，这眼看着就要晌午了，你去给阿占送饭吧。我这有只烧鸡，给他拿一个鸡腿，剩下的你和公公吃。我和你公公不吃，等你回来你吃便可。这么多我也吃不完，你们多吃点儿也行。李伯好。哎，阿占家的，你这是去哪儿啊？李伯啊，我去给阿占送饭。你还真是贤惠呀，那小子有福了。李伯你忙着，我先去了。爹，那女的就是阿占买来的婆娘。李彩儿看着离开的女人，眼眸有着一丝妒意。正是，没想到啊，那穷小子竟还有如此艳福啊！确实艳福不浅。彩儿，今天刘媒婆给你介绍的那个张福家的儿子，你可相中了？没相中，个子矮不说，还不好看。哪儿矮了？不比你爹我高啊！是比你高，可他比阿占矮呀。切，有几个能跟阿占相比的？那阿占馋懒不干活，他能长矮个就奇了怪了。喂，醒醒！来了。给，趁热吃。于珊珊将竹篮子递给他，桑占起身接过竹篮，接着脚下便把睡着的2个人给踢醒了。哎，起来了，起来了！哎，那个嫂子来了。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了。哦，没事没事，你们聊你们聊。坐。田瓜少了很多啊。是啊，今天又采摘了几车。早上我娘来送饭的时候说啊，你又去抓野兔买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要一个人进山，太危险，你就不能多等几天？明天我就不去了。于珊珊呐，你要是靠着抓兔子想还债，你还是趁早歇了吧。桑占打开布包，只见表面上有一只鸡腿。哎，哪儿来的鸡腿啊？自然是买的啦。我还不知道是买的，你才卖几个铜子啊，就敢乱花钱？有吃的你就吃吧，你管我怎么花钱，又没花你的。这鸡腿我不吃。说着，桑占便将鸡腿递给他。为何啊？我怕吃了晚上睡不着觉，拿回去。你跟我不一样，我让你吃是为了报恩。我可不想要你这样的报恩，拿回去。
不然我扔了啊！不吃拉倒。桑占拿起馒头咬了一口，于珊珊吃着鸡腿，味道太淡了。这也是他为何要自己做卤鸡了。这个朝代应该没有卤汤制肉，那他先试着做做看，要是好卖，那他暂时先卖卤制品。照你这样不节省，我想过地主的日子没指望喽。你放心好了，我能花钱也能挣钱，改天我让你一家天天吃大米饭。切，就凭你天天抓兔子？我会想别的办法。事情还没成功之前，他还是低调一点的好，万一不成功也不至于太丢人。阿占他娘，你家做什么好吃的呢？那香味可是传遍了一个村子。姚嫂子也没做啥，就是煮了几只鸡而已。煮只鸡咋这么香？你家是怎么做的？教教我们呗。各位大娘大婶，实不相瞒，我这煮鸡的方法是密不可传的。等我以后挣了银钱，到时我请大家吃鸡怎么样？我说阿占家的不就是煮只鸡的事儿吗？这才还保密上了。你要不想教就直说，犯不着以这样的借口推脱。就是啊，谁家做个饭有个新颖出新的，我们这村的人不都是毫无保留的教会他人吗？怎么到了你这就成秘密了？我看呐，这外来户就是不靠谱，他家根本就和我们村不是一条心的。珊珊，你怎么说话的？我们一个村住着，大家理应互相照应，你赶紧将煮鸡的方法教给他们。不好意思了，婆婆，我的东西从来都不会外传。哎呀，珊珊呐，你别犟了，为了一口吃食，得罪了这些叔伯婶娘，不值得。各位大娘大婶，我家是外来户不假，可我家过的什么日子，大家想必也都知道。3口大人，2亩地，1年的粮食除去杂税也只够吃几个月的，加上我公公婆婆心疼儿子，不让他卖苦力，还要吃好的，这让家里的生活更加紧衣缩食。既然我嫁进这个家，我便想着将日子过好，于是便想着煮些乳鸡拿到城里去卖，这样也能多份进项，不至于日子过得太难。可我若是将挣钱的手艺都交给大家，我家以后还不是继续受穷？我想是人都不会把自己的看家本事交给他人的，不过我也不会太不近人情。若是我的卤鸡能卖了钱，到时村里人想吃，我只收成本价，不赚大家的。各位大娘大婶，还希望你们能理解我家的苦衷，在此我给你们赔礼了。哎呀，你们这些做大娘大婶的是怎么做事的呀？为一口吃食比一个小姑娘，你们老脸臊不臊啊？姚嫂子，你家姚远可是跟他男人是磕了头的兄弟，他要是知道你为难他大哥的婆娘，看他和你怎么闹。村长，我哪有为难他呀？我们一开始以为只是简单吃食，便想着让他教教我们，我哪会想到这是他挣钱的营生。是啊，村长，要是早知道他的手艺不往外传，我们也不会来了。哎呀，行了行了，就你话多，都回去吧，别在这里碍事了。李伯斥责的轰人，众人也不再自找没趣，转身便纷纷离开了他家。多谢李伯解围。哎，没事，这村里的人呀就这样，看到谁家做好吃的，闻着味儿就来了。其实这些娘们儿也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就是简单的想看看你家的吃食是怎么做的。我明白，我不介意的。啊，你明白就好。行了，你忙着吧。我走了啊。婆婆，我烧吧。珊珊啊，你别怪我们刚刚不帮你，我们是外来户，不能得罪了全村的人，若是惹怒了他们，我们随时会被赶走的。我明白。明白归明白，可他也看透了这一家的胆小怕事。阿占，你怎么回来了？瓜地有姚远他们看着，我回家看看。
还回去吗？回去啊，等过2天瓜地的瓜都卖完了，我就回来了。于珊珊听着他们的话，也没起身。桑占先连进了屋，便看到那女人穿着新做的礼衣躺在一角。睡了？桑占走到炕沿前，低头看向假睡的女人。于珊珊睁开眼睛，对上了看向自己戏谑的眼眸。你回来做甚？想你了呗。哎，你想不想我？桑占嘴角微扬着一丝痞意。滚！我听我娘说你在做什么卤鸡。于珊珊轻应了一声，她就知道林姑去送饭时跟她说了，不然她也不会晚上回来。你家是做卤鸡的？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脑子里就会这些。于珊珊，其实你不用隐瞒你的身份，我家这么穷，让你跟着我受苦，我很于心不忍。要是你想回家，过几天我送你回去。至于那5万两银子，你可以让你家先给我一部分。桑占眼中闪过一抹幽光，于珊珊闻言转过身看向他。桑占在他转过身之际，一张俊脸已换上诚意恳恳。我没有可隐瞒的，忘了就是忘了，没忘的就是没忘。不管你信不信，在我没还清你的银子，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你要是怕我的身份会连累你什么，我可以离开你家，等我挣够了银子再回来还你。桑占嘴角微扬地看了他片刻。那既然你真的忘了，你还是留在我身边，我才能放心一些。谁知道你走了以后还会不会回来？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岂不是弄了个鸡飞蛋打？那你让我在这个村里还混不混了？你要是想让我还银子，那我做什么事你最好不要插手。我才懒得管你事儿呢。不管最好。行了，你该去刮地了。不急，地里有人看着。桑占说着话，抬手抚上女人的脸颊，因为这女人侧身躺着看向他时，这让她美丽的小脸在灯光的映照下妩媚动人极了。于珊珊打掉他的手掌。桑占，我看你年纪不大，是拿你当个弟弟看，你可不要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你怎么知道你比我大？你不是不记得你的年龄了吗？这有何难的？我的脸蛋也不是稚嫩的小姑娘，你看看阿离15岁长得多高，我有多高？我可是比她高一大截，这说明我的年纪不小了。你这看上去呢，的确比我大，不过也大不了多少，我们还是有希望可以做夫妻的。我可没兴趣嫁给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你还是等2年有钱了娶小媳妇儿吧。于珊珊白了他一眼。这么看不上我啊？你太小了，不是姐的菜，你该走了。那你想找个什么菜？我想找啥样的干嘛跟你说？我要睡了，你赶紧去挖地，不要耽误我睡觉。于珊珊再次感人，桑占被他屡次哄人弄得很不爽，可也没有表现出来，站起身便离开了房间。早晚有一天他要让他不敢小瞧自己，到时他给自己提鞋都不配。珊珊，你这背篓里就是你要卖的卤鸡吗？是的，张嫂。你还真能干，刚进门便想着挣钱养家，阿占娶了你呀，可算是捞着了。过日子嘛，不都这样？我相信你这一进门，你家的日子肯定会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的。借你吉言，我会努力做好的。一只鸡能卖几个钱？人家城里卖烧鸡的大有人在，你一个妇道人家，谁买你的？我自是知道城里有卖烧鸡的，可他们卖他们的，我卖我的，谁喜欢哪种口味，时刻说了算。卢氏，人家如何做生意，我们只看着就好，其他的无需多言。谁管他卖不卖的，关我屁事。正说着，忽见一个年轻壮汉背着一个箩筐走了过来，待他来到车前，找了一下空位，待没有看到合适的位置，便问都不问一声，便想将装满筐的野木耳放到于珊珊的背篓上。还好于珊珊眼疾手快，将他的箩筐挡住了。这位大哥，我这背篓里放的是吃食，不能压，你再找其他的空位。有，
咱们村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好看的姑娘了？阿柱，你别胡闹，她是阿占的婆娘。什么？她就是那个快死的女人？早知道你能活过来，老子就花钱要了，现在却便宜了那个馋懒小子。妈的，那废物小子交了什么狗屎运了？老子到现在还是光棍呢。你光棍又不能怪别人，机会摆在你眼前，是你不珍惜。现在人家嫁了别人，你只能自认没福气吧。再说，那阿占虽然懒点儿，可人家年轻好看啊，这可是你比不了的。一旁冷眼旁观的于珊珊听着他们的话，心里有了推断，感情自己不是一开始就是卖到桑家的。阿柱闻言，眼中的嫉恨又深了几分，一抬手又想把箩筐放在背篓上，不想这次又让那漂亮女人挡住了。他想用大力气强行放上去，却发现自己竟然没办法撼动一毫。阿柱大哥，我看你还是放在其他地方的好。呀哈，你个小娘皮，你男人见了我都要让3分，你却屡次不给我面子。今天你要是不给我道歉，我这箩筐压定你了。阿柱不怀好意的上下扫量着他，错失了如此佳人，让他嫉恨无比，便想着找他麻烦。于珊珊自是听出他的调戏，于是也不再客气，手上一个用力，便将他的箩筐一把抢了过来，然后一个转手便将那箩筐扔出老远，那些木耳随着一道弧度便都洒了出来。嘿，臭女人，你敢扔老子东西？你看我不打死你！阿柱慢一拍的大骂完，便扑向于珊珊，心里想着当着人的面轻薄了这个女人，让那个桑占在村子里丢人，这样也解他心头之恨。可他刚走了2步，后衣领子便被人一把薅住了，还不等他回头看来人是谁，便觉腰间被人狠狠地踹了一脚，将他踹飞了出去。谁他妈踹我？倒地不起的阿柱回头看向那人，待看清是谁，更是怒不可遏。嘿个臭小子，你竟敢打我！你欺负我婆娘，我为何不能打你？阿柱，平时我尊你一声哥，那是看在邻里邻居的份上，大家要以和为贵。你每次对我贬低嘲讽，我都不给你一般见识。可你万万不该欺人太甚，你欺负我行，欺负我婆娘就不行。以后再让我看到你对我们不敬，别怪我下手无情。你个外来的猪崽，你竟敢在我们村上撒野！今天我让你滚出这个村子！说完便捡起自己的木耳回了村子。你去吧，我倒要看看谁会听你这个老光棍的。桑占冷笑了一声，转身看向正看着自己的女人。好了，我们可以进城了。抱歉，给你惹麻烦了。他会不会当真去你家轰人？嗨，他一个光棍还没那么大本事。哎呀，别担心了，不会有事的。上车吧，我陪你进城。你不去看瓜地吗？有遥远他们看着就行了。你不用陪我去，我自己能行。于珊珊，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呢？赶紧上车，别废话。一路无话进了城，于珊珊刚想背上背篓，桑占却一把抢了过去背好。你打算卖到哪儿啊？先去最好的酒楼里看看。这里最好的酒楼便是以县名命名的卢野酒楼了，我们去那儿。好，这里就是了，我们进去。桑占说着便进了酒楼，于珊珊随后跟着。待刚进了酒楼，一个小二便先看到了一身打着补丁的桑占。哎，不是，谁让你进来的呀？出去！这里岂是你这穷酸来的呀？快滚！少狗眼看人低，我是陪我东家来的。小二，我想找一下你家的掌柜，不知他在不在？小二一见眼前女子面貌美丽，气质不凡，身上虽然不是绫罗绸缎，可也是崭新棉布红衣裙。哎，客官，你找我家掌柜的何事啊？我有一笔生意，想跟他谈谈，还请你给我找一下掌柜。哎，行嘞，您等着。于珊珊，
你这卤鸡人家能要吗？试试不就知道了。辛苦你了，你先把背篓放下。于珊珊上前帮他把背篓放在地上。要是卖了钱，你能分我多少？你真财迷，我还没卖呢，你就想着分钱？这世道有谁不财迷啊？行吧，我也不能白占你便宜，给你10文钱做跑腿费。这么点儿？不少了，你只是帮我背了一下背篓而已。要是别人，我2文钱便打发了。我还帮你解决麻烦了呢，10文不多吧？你可以不帮我解决，就10文，爱要不要？听说你找我？是的，掌柜，多有打扰，还望见谅。喂，说吧，什么事儿？掌柜，我在家做了一些卤鸡，想让你们酒楼代卖，不知可行？卤鸡？说了你也不明白，掌柜的，先尝尝看。于珊珊说着，从背篓里拿出包装好的卤鸡，然后打开放在桌子上。掌柜，你尝尝。掌柜的在包装一打开时，便闻到了一阵香气，那香味儿是他从来没有闻过的，而且这种香气让人有一种想立马吃肉的欲望。顾作面色不惊地撕了一个鸡腿，咬了一口，肉一入嘴，满齿留香，让他忍不住紧嚼了几口，但越吃越好吃，神情也不自觉地有了一丝激动。还行。你打算卖多少银钱一只啊？掌柜，我这卤鸡的用料都是上好的药材熬制而成，也可以说这是药膳，对人的身体有保健安康的功效，所以这卤鸡的价格也要贵一些，一只30文。这么贵？这烧鸡才10几文，这都贵一半了。掌柜，向来买卖的东西都是1分钱1分货，它只要物有所值，它就值这个价。20文好了，要是可以，我便定了。不好意思，掌柜，这个价钱我的成本还不够，最低30文。这样吧，看你是个女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我给你25文，你要是再拒绝，我们就没得谈了啊。掌柜的一脸精明道。于珊珊故作一脸为难地犹豫了片刻，最后咬牙道：好吧，依你，25文便25文。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掌柜你请说。这卤鸡只卖我一家酒楼，不能再去别家酒楼卖。掌柜，我只能答应在你这东城区域不卖这卤鸡，其他3城我还是要卖的，因为你卖的再多也是有限的，我自是要多找几个销路。也好，只要你不在我东城，随你去哪里售卖。多谢掌柜理解，你先卖着，明天我再来看你卖的如何，若是卖得好，我们再谈订货流程。行，就这么说定了。今天的卤鸡先欠着，万一卖不了，我也不至于赔银子。明白，一切等明天再说。敢问掌柜贵姓？免贵姓王，叫我王掌柜便可。好，王掌柜，事情既已谈妥，那我先回去了。那您慢走。哎，你觉着你那些卤鸡能卖完吗？说不准。我看你的神情啊，很有信心，想来你已经有把握了。你哪只眼看到我有信心了？刚才你和那个王掌柜谈生意的时候，那王掌柜一副很看好的表情，再加上你表现的张弛有度，拒绝他独家售卖的提议，这就说明你的卤鸡是很好卖的，这也就给了你这桩生意能成的信心。我就算有信心有什么用？具体的还是看结果，凡事都有万一。你做事一向这么沉稳吗？我做事不喜欢破裤子先伸腿，我只想将胜利的微笑展现在最后，这样不容易让人看笑话。果然长几岁，想法变成熟很多呀。说的好像你比我大似的，我看你思想才成熟，年纪不大却善于观察人心。哎呀，于珊珊，我不小了好吗？18了，那村里比我小的都有孩子了，要不是我家穷，我这个年纪都当爹了。也是，我都忘了这茬。那
那你记不记得，你可有心上人啊？不记得。那要是你恢复记忆发现你有心上人，或者已经成亲了，到时候怎么办？能怎么办？凉拌。我倒要看看，到了那个时候，你还笑不笑得出来？当他们一进家门，便看到早上招惹他们的光棍阿柱，还有村长李伯。李伯，你们何时来的？有事儿啊？桑占故作不解地问道。我们也是刚来的。阿占，你这小子怎能打人啊？李伯，是他想打我婆娘，我自是要还手了。谁打你婆娘了？是你婆娘把我一箩筐的干木耳扔了，我只想让她给我捡起来。打没打的，当时可是有人看见了，不信我叫来张嫂对质一下。总之我没打着，倒是你打了我了，我到现在还腰疼呢。你看啊，都被你踹青紫了，你要赔我医药费，不然我给你没完。李伯，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他这刚娶了婆娘就欺负我这个光棍，你看他给我打的。说着将衣服掀起来，让李伯看他的腰间。李伯抬眼看去，那里果然有一个青紫的脚印。阿占，你下手怎能这么重啊？还不给他道歉，顺便陪他办掉医药钱。李伯，这事不能怪我男人，是他想欺负我，我男人护我，有什么不对？一旁的桑占闻言微怔了一下，接着嘴角扬起一抹弧度。我男人，貌似这个称呼不错。阿占家的，他不是还没有欺负到你吗？要是他真的打了你，我也不饶他。可问题是，他并没有动你一个手指头啊！你男人确确实实的打了人，这道歉赔偿那是必须的。行了，你别管了。阿柱哥，早上是我不对了，我给你道歉。说完便抱拳作揖。娘，去屋里拿半吊钱出来。哦。林姑应声进了屋，没一会儿便又出来了，将银钱递给儿子。桑占走到阿柱跟前，嘴角微扬道：阿柱哥，这些银钱呢，你拿着，好好养伤。小子，老子记住你了。阿占呀，日后做事不要这么鲁莽了，这人岂是白打的？你家本就不富裕，你父母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啊。我知道了，以后我不会再打人了，请李伯放心。知道就好。抱歉，又连累你破费了。没事儿，我记账就行了。你现在又多欠我5两半银子。桑占眼底有着戏谑的笑意。你记着就好，反正我一时还不上。于珊珊，你可以不用还的，只要你答应做我婆娘，那些债我便当成送你的聘礼了。我还是还你钱吧，我们不合适。你这是嫌我穷啊？也不是，我要的男人一定是个顶天立地、刚正不阿、对女人专一的人，而你显然不是。于珊珊浅笑安然地说完，便往屋里走去。桑占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眸光深谙不明，接着嗤笑了一声：顶天立地，刚正不阿，专一，哼，哎呀，可笑，这样的男人就是有啊，那也是个短命鬼。这不是阿占家的婆娘吗？嘿，你还是真没福气啊，嫁给那么个懒汉，这么重的活也让你来干。我的事轮不着你来叫去，让开。于珊珊，我真是心疼你。珊珊呐，不如你跟了我敢保证，家里的活绝不让你干，你就只管在家歇着就行了。我见过做生意的，有撬墙角的，还没见过明目张胆的抢人家婆娘的。你就不怕我男人找你麻烦？我怕他一个外来户，惹急了我让他们一家连夜滚出村子。你要是跟了我，他们不会多说一句的。我可没你脸皮厚，像你这种人打光棍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男人虽然懒点儿，可他心底比你善良，是他救我一命，那我便以命相报。其他男人在我眼里屁都不是。你当真要跟着那个废物？哼，笑话！你凭什么身份这样质问我？婆婆，那个屠猎户是不是第一时间并没有将我卖给你家？唉，我们是外来户，有好事啊，谁会想到我家呢？他自是要先紧着本村的。一开始屠猎户是想将你卖给那个阿柱的，因为他年纪不小了，不想那阿柱见你气息奄奄的，不想白费力气，便推脱了。屠猎户这才找到我家。婆婆，我对你们而言就是一个陌生人，你们为何浪费一个500年的人生救我？于珊珊不解道：哎，不是说了吗？阿战不忍看你年纪轻轻就这么死了，加上他也到了成婚的年龄，浪费一个500年的人生娶一个婆娘也值得。只是这样吗？于珊珊有着怀疑，她怎么感觉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当然，我家什么情况你不是也看到了，我们能有什么坏心思？林姑温和地笑道。于珊珊想了想，也没想到其他原因。王掌柜，早。嘿嘿嘿，姑娘，你来了，快坐。那个姑娘贵姓啊？昨天我忘了这茬了，还请勿怪啊。叫我于姑娘就好。好，于姑娘，昨天你带来的20只卤鸡卖完了，10个都说好吃，还有的想买回家让家里人尝尝。总之啊，反响都挺好的。我决定呢，每天订100只卤鸡，若是卖得好，我还会增加。这个没问题，你要多少我便做多少，不过要等3天，我要回去盖一个大锅灶，这要浪费些时间。哎，明白，你尽管忙你的事儿，3天我能等的。不过这卤鸡的价格还是有点贵，我要100只，你给我20文一只，可否？不好意思，王掌柜，25文是最低价，我回去后还要雇人帮忙，成本也就加大了。好吧，就这个价。他一只卤鸡可是卖到了50万，好东西谁还嫌贵？尤其是那些有钱人。王掌柜，这做生意的都会有风险，你订100只卤鸡需要交1两银子的定金，万一我做好了，你临时变卦，我也不至于赔得太多。嘿嘿，你说的在理，这定金啊是必须给的。我将昨天的卤鸡钱一起给你，一共是1两半银子。珊珊，你想干什么？应该跟阿战商量一下。你想卖卤鸡，小打小闹便可以了。你现在想将生意做大，会很辛苦的。婆婆，到时候我会雇人帮忙的，我不会太辛苦的。婆婆，现在咱家这么困难，我只想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我们不需要。珊珊，你若只是赚个零花钱，我和你婆婆都会帮你。可是你要把生意扩大，我是不会同意的。明天呢，你就把这些东西都退回去。为何啊？我想多挣些银子，还有错了？我们一家再不济，也轮不到靠一个女人养着。桑大提冷道：不靠我也可以，到时候你们吃你们的，我过我的，谁也别碍着谁，不就行了？好了，你们都别说了，一会儿啊，我让阿战回来，看他怎么说。快晌午时，桑战回来了。哎，醒醒！你娘都跟你说了吗？说了。你真想做生意啊？当然，生意不做大怎么挣大钱？不挣钱我怎么还你的银子？桑战眸光深暗地看着他，闻言嘴角扬起一抹弧度。既然你想做，便做好了，我支持你。你还需要什么？我帮你。我现在想垒一个大锅灶，这样一锅能煮很多卤鸡。好，下午我让我爹给你垒一个，等过2天我的事儿忙完了，我也帮你。谢谢，可你爹你娘为何那么反对我做生意啊？于珊珊，你要理解他们一下，毕竟呢，他们穷惯了，对于做生意他们想都不敢想。他们呐，是怕你赔了，连累他们。若是这样，我能理解他们。还好你和他们想的不一样。我和他们想的当然不一样，我可不想再受穷了。有你这么能干的女人给我挣银子，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能遇上我是你的福分，要是其他人，你的5万两就打水漂了。切，你的福分我可是还没享受到呢。哎呀，还是家里躺着舒服啊。你躺着吧，我去做饭。说着便想下炕，可下一刻胳膊便让人攥住了，还不等他反应，人便被扯倒在少年郎的怀里。他这一扯，牵动了他肩膀上的伤，疼得他不由喊出声。怎么了？桑占赶紧松开他。肩膀疼。于珊珊按着肩膀坐起身。受伤了？我看看。说着便要上前扒他的衣服，于珊珊连忙闪开。没事儿，只是第一次担水硌了一下。你打水？你担得动吗？当个水友何难的，我又不是小姐的身子，担水的力气还是有的。还真是辛苦你了。这算什么苦啊，我没那么娇气。你待着吧，我帮你娘做饭去。有我爹在，用不到你。桑占却一只手搂住女人的腰，让她坐在炕上。放开，我可不是你媳妇儿。要不是不想过早暴露身份，他早一拳打过去了。你不是不拘小节吗？你能脱了衣服随我看，我这搂你一下也不算什么事儿吧？桑占痞笑了一下，一个翻身将他压在身下。我就是不拘小节，也不是谁随便搂的。你再不下去，可别怪我不客气啊。是吗？你要如何不客气啊？还提我这儿啊？桑占将身子又压紧了一些，邪邪地笑道。于珊珊暗骂臭小子，抬嘴便用力地咬住了他的胳膊。桑占痛呼一声放开他。你属狗的！你才是狗呢！再对我无礼，我咬掉你的肉！于珊珊发狠地说完，便出了屋子。饭后，桑占便嘱咐他爹给于珊珊垒锅灶，随后他便又去了瓜地。你刚刚去哪儿了？去张嫂家了，我让她给我找2个人帮着杀鸡。杀个鸡干嘛还要找人呢？我和你公公就干了。以后杀鸡的活变多了，杂活也不少。你们2个年龄大了，会很累的。雇人干，我们谁也轻松一些。有了之前他们夫妻的反对，他还怎好意思指使他们干活？他们又不是真的一家人，自己还是自觉点吧。明天要杀多少只鸡？150只。这么多，那可得用很多水才行啊。知道，我已经找了专挑水的人。珊珊，其实你不用找人挑水的，这活呀，你公公就做了。你这样就有嫌见外了。婆婆，你们救了我的命，我已经很感激不尽了。你们是我的恩人，我又怎能为了我的事累到你们？等我挣了钱，我一定好好回报你们的。珊珊，你要是想感谢，还是感谢阿占吧。要不是他的决定，我们夫妻是不会救你的。毕竟500年的人生不多见。婆婆，阿胜只要是你的儿子，你们便都是我的恩人。傍晚时分，土锅灶便垒好了，那口大锅放上去正好。于珊珊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最好与阿占商量一下。我可不想让外人知道，我儿子做不了一个女人的主。知道了。明天你别让外人挑水了，要是我全家都帮不上你，你独自干活，我想不出1天，我家苛待儿媳妇的事儿便会传遍一个村子。那就辛苦公公了。看来他还是欠考虑了，若是自己跟他们分得太清楚，势必让人以为他们一家不和。你怎么回来了？地里的瓜剩的不多了，我便跟于老财辞工了。你这提前回来银钱怎么算？我要了他1两银子。桑占说着话便进了屋，没一会儿又走了出来，看着自己这个名义上的婆娘手法利落的杀鸡，唇角不自觉地微扬了一下。你家是不是杀鸡的？也许吧。我看是。阿占，你婆娘可是杀半天鸡了，你这回来也不说换换她。张嫂，我可没杀过鸡，还是让我婆娘杀吧。阿占，你现在也是成了亲的人，你要学着疼媳妇才是。谁说我不疼她了？珊珊，我不疼你吗？
疼，张嫂，阿战很疼人的。于珊珊抬头瞪了他一眼，然后看向张嫂假笑道：珊珊，你别惯着他，他这样懒的人，你就得多管管。刘嫂，以后我会管他的。桑战，家里有没有一块大一点的破布料？你觉得我家这条件有那个东西吗？可院子里没有阴凉，下午干活太热了，你有什么办法吗？算了，跟你说也白搭，我自己去想办法。于珊珊忽然发现她找错了人，就她懒人一个，她就是有办法也会懒得动。她刚转身走到门口，便听身后那懒人出声了：爹，你进来一下。阿战，有事吗？爹，珊珊说院子里没有阴凉，下午干活太热了，你现在去想办法给她搭一个凉棚。行，我现在就去。公公，不急，明天再弄也不晚。没事儿，搭凉棚简单。桑大铁说完便出去了。于珊珊回头瞪向那小懒汉：桑战，你干嘛支持你爹？你帮我一下不就行吗？不行，热死了。你热，你爹难道就不热吗？你要是心疼我爹呢，你也可以不搭凉棚。别忘了，这本来就是你的事儿。桑战语气微冷，这女人真是无理，是她找自己想办法，她找了，她不说感谢自己，竟还指责她不孝。抱歉，是我没分寸了。说完转身便走了出去。不知所谓。公公，这活我来吧，你帮我找一些茅草来就行。这粗活你不会，你还是回屋吧。这活难不倒我啊，不就是挖坑埋木头架吗？于珊珊说着便找来铁锹，然后找好位置便掘土挖坑。桑大铁看了片刻，眸中有着一丝诧异，他没想到这姑娘还会做这些。你先挖着，我去找茅草。于珊珊手上不停地挖着坑，但有了一定的深度，她将一根手臂粗的木头放进去。由于没有人帮她扶着，她只能一手扶着，一手往坑里填土。当她正用手帕拉土时，一双穿着旧布鞋的大脚映入眼帘，这让她不由抬头看去。你扶好木头。来人不待地说着，拿起铁锹便往坑里扔土。于珊珊微怔怔，接着站起身扶好木头，配合他填土。待土填平，桑战又用脚踩结实，待确定木头不摇晃后，这才在另一个位置挖坑。于珊珊看他帮着干活，刚刚心里的不愉快一扫而光，嘴角还微扬了一下。不多时，两个人便埋好了4根木头。桑战，再在上面搭几个木头就可以了，等你爹拉回茅草，直接铺上去就成。没一会儿便都搭好了。桑战跳下木凳，用袖子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眸光复杂道：好了没啊？好了，你可以回屋洗洗凉快一下了，谢谢。你让我自己打水洗啊？好吧，看在你帮我的份上，我给你去打水。水好了，你快洗吧。桑战没有客气，几下将上衣衫脱了下来，随手便扔给于珊珊。一会儿给我洗了。大爷似的说完便洗了起来，待洗完脸，又用湿棉巾擦洗了一下身子。于珊珊一旁看着他宽肩窄腰、肌肉发达的身体，那腹部还有性感的8块腹肌，不得不说这个小懒汉的身材还是很好的。桑战洗完，一抬眼便见女人正在看着自己，可那目光带有几分肆意，那神情完全不像一个小女人看到半裸男人后该有的羞涩。你看过几个男人了？桑战走到他跟前，骨节分明的手指钳住他的小下巴。他这样肆无忌惮地看一个男的，很难不让他联想到什么。说，你看过几个男人身体了？我都没记忆，我怎么知道看过谁的？你身为一个女子，你难道不知道什么是羞臊啊？有谁像你这样大大咧咧地看一个男人的身体？你能脱还不信人看了？你都好意思，我为何要害臊？再说，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小弟弟，姐看你只是纯欣赏一下。姐？哼，你想当我姐，我还不想当你弟弟呢。傲娇的臭小子！你看的什么书啊？说了你也不懂。桑战见他有模有样地扫量着书面，
随口问道：“可看懂了？这有何难的？不就是兵书吗？”你认字儿？这倒让桑占意外了，因为这村里的女孩子都没上过学堂，更别说认字了。我认字有何稀奇的？倒是你家这么穷，你竟然上过学堂？谁说家里穷就不能上学堂了？那你有没有科考过？我才不稀罕考功名呢。那你稀罕什么？你管我稀罕什么？先别看了，尝尝我煮的鸡胗鸡肝。哎呀，这鸡内脏太恶心人了，我不吃。这都洗干净了，不恶心的。这鸡胗很好吃，吃着口感可好了。于珊珊随手夹了一个放进嘴里，真劲道，好吃，要不要吃一个？你煮肉的手艺不错呀。好吃吧？自己吃着，我给村长送点儿去。主子，难道就这么让他胡闹下去？哼，无碍，我倒要看看他有几分本事。放心吧，我自有分寸，你有分寸就行。这个女人到底是何来路啊？她的言行举止可不像一个乡村丫头，她的身份的确可疑啊。主子，会不会是那边派来的奸细？你见过哪个奸细这么张扬的？相较于奸细，我倒怀疑他是某个国家的人。可其他3国的百姓也没有他那样的装束。不管他是谁，我们总要防备他一些。我知道，看来我们以后不再吃那些粗茶淡饭了。这几天啊，我们吃的菜窝窝我都想吐。辛苦你们夫妻了，要不是那边的人来这个县城暗查于我，我又怎么会浪费一颗500年的人参，救个半死不活的人，让他掩人耳目做我的婆娘呢？那边的人怎么会来此地？难道是察觉到了什么？谁知道呢？前2天我进城，梵文说那些人还在城里。这于珊珊暂时不能离开我家，明白？哎，珊珊，你怎么来了？李伯啊，我家里煮了一些鸡胗鸡肝，想着快吃晚饭了，便给你送过来一些。等明天卤鸡入味了，我再给你送只卤鸡过来。哎呀，你可别给我送了，那么贵的东西，你还是留着卖吧。少卖一只卤鸡没什么的，这鸡胗鸡肝你先收着。哎，行，你看看，你还惦记着我，快进屋。哎，彩儿，拿个盘子出来。爹，拿盘子干什么？阿占家的给我们送来了一盘鸡胗。爹，人家给你就要啊，我家吃不起肉吗？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去厨房帮你娘做饭去。于珊珊，以后你少巴结我爹，你的东西我家不稀罕。李姑娘为何这么讨厌我？我们并没有过节啊。我讨厌一个人不需要有什么过节，拿着你的东西离开我家。那个珊珊，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这孩子被我们给惯坏了。没事儿，我先回去了。于珊珊心情不爽地拐进一个胡同，想着那个村花为何不待见自己。正当她心事重重地走着时，忽然有人从身后抱住了她，同时一股臭汗味也传了过来。于珊珊想也不想的一个错身，紧接着一记肘击狠狠向后面那人撞击了过去。臭女人，你想杀人呐？没想到你这人如此龌龊，竟敢当街耍流氓！谁耍流氓了？你本来就是我的，是那穷小子抢了你，我自是要夺回来。你说这话我都替你臊得慌。感情人快死了你不要，别人救活了你倒要了。天下哪有这么便宜事让你占？我警告你，这次我饶了你，再敢有下次，我宰了你！于珊珊冷声说完，一脚便把他又踹翻在地，然后冷笑一声便往家赶。呸！小娘们够带劲的，哼，老子就喜欢这样的，我早晚把你弄到手。珊珊，你要洗澡吗？婆婆有事儿。你一会儿再洗，先让阿占洗。婆婆，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洗完了她再洗也一样。珊珊，我知道这样的要求让你不快，
可这家里就是这个规矩，凡事都要以阿战为重，事事要紧着他。规矩？就这破房子3间还要讲规矩？我说婆婆啊，你家是穷苦人家，不是什么皇亲贵族，想过尊卑有别的生活，也要看看你家这条件啊。于珊珊进了屋，便见桑战正翻找衣服，想来是准备沐浴。刚刚的话你可听见了？我又不聋，自是听见了。于珊珊，你充其量也只是借住在我家的外人，有些事儿你还是自觉点好。桑战找好了衣服，便想去柴房洗澡，于珊珊一手拦住了他。要是你觉得我借住在你家就要遵从你家的穷规矩，那我改天就搬出去。你放心，我不会跑得让你看不见我，怕我赖账。我在这村里再另买一处宅子，这样谁过得也舒心。难道我救了你，让你礼让我一些不应该吗？想让我礼让，也要我主动才行。你们母子一副把我当个下人般的态度，让我很不爽。别以为我的寄人篱下就想让我听你们的安排。今天你要是执意先去洗，明天我就搬走，不信你就试试看。你威胁我啊？没有。怕了你了，你先洗就是。于珊珊斜睨了他一眼，越过他从衣橱里拿出自己的衣衫，然后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便走了出去。桑战站立原地未曾动一下，灵姑进来时便见俊脸微沉的主子。主子，明天我好好敲打敲打她，这姑娘太不懂事了。她这样好强的性格，你确定她能听你的？那也不能让她在这个家她说了算吧。暂时不跟她计较，等那边的人离开了芦野城，我会让她付出无视我的代价。主子想将她如何处置？她最好的归宿便是消失，这样我以思念爱妻为由不再另娶，也不会有人怀疑什么。灵姑微怔了一下，主子有打算便好，那这段时间便委屈主子了。你出去吧，他出来了。你在看哪本书啊？赵国民风民俗，你书架上的书多数都是有关国学的。闲来无事，看着打发时间的。从你爱好读书来看，其实你也是一个有志向的人。哼，看个书就有志向了？至少你心里是很渴望做一番成就的。就拿你看兵书来说吧，那本书都让你看秃了皮，你都还在看，说明你有所向往的某种东西，比方说想当将军。我的确想当个将军，可惜我没那个命。你怎么不去当兵？这样你或许能寻得一丝机会。得了吧，当底层兵很苦的，我可受不了那个罪。刚觉得你还有一些优点，让你这一说，你立马什么也不是了。眼高手低的人都是没出息的。切，这是我的书，不让你看了，让你看不起我。不看就不看，看来你不止又懒又馋，还小气巴拉的。亏你还是个男的，度量这么小。于珊珊，你就是这么报恩的，将你的救命恩人贬低的一文不值？桑战忽地转身，半个身子压在女人的身上，一手捏住她的下巴，眼中闪过一丝危险。你刚才骂我骂得那么爽，这让我很不爽，你说怎么办？谁让你抢我书本的？你不抢我能骂你啊？于珊珊想把他的手拿开，又不敢太过用力，怕他发现自己逼力过人。我的书怎么能叫抢呢？而且你不经我的同意擅自拿我的书，那就是偷。你能不能在屋里搅几分？我们一个屋住着，东西自是要共享，我怎么成偷了？不问自取就是偷，偷东西是要罚的。桑战眸光染上一抹邪魅。于珊珊刚要问话，忽听另一间屋传来女人的呻吟声，这让他不由脑补了一下画面。没想到桑大铁夫妻的夜生活这么频繁。桑战自是也听到了，眸色瞥了一眼房门口，然后看向身下的女人，手指不自觉地摸向她的红唇，发觉触感很好，
软软糯糯的。放开！于珊珊被他撩拨得脸红心跳，就想推开他。我们也试试如何？是什么？这样。桑占嘴角微勾的便低头吻住了他红红的樱唇。于珊珊只感到属于男人的气息占据了五感，让他周身一阵酥麻心痒。当他反应过来被人轻薄时，心中一恼，一个侧身躲开他的吻，同时一巴掌呼了过去。桑占捂着被打疼的脸，一双冒火的眼睛盯着面前的女人。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别以为你是我救命恩人就可以随便欺负我。我告诉你，我可不是软弱可欺的女人。我能亲你是你的福分，别不识好歹。你少他妈的自我感觉良好，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家庭，一副穷刁钻样，还非充当公子哥。于珊珊，今日你辱我打我之仇我记下了，我会让你为今天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你还记仇？要不是你对我有救命之恩，你以为你现在还能活着？哼！哎呀，看来我们说大话都不分伯仲啊。懒得理你这种人，滚回你那边去。我们走着瞧。爹，你别去了，还是我陪他去吧。也好。你不是不去吗？我不去怎么行啊？万一那掌柜的为难你怎么办？昌伯，走了。牛车慢慢驶出村子，刚到村口，便看到那个阿柱背着背篓等在村口。昌伯，你来了。阿柱，今天这牛车让阿占包了，你明天再来吧。他们包了就不让人坐了，这不是还有空位吗？我就坐这儿了。我包的车凭什么让你坐？哎呀，珊珊，你别这样。我知道昨天傍晚是我不对，我们不该背着人那啥。下次话还没说完，小腿传来一阵剧疼，让他不由惨叫一声。狗杂种，我让你胡说八道。臭小子，你就算打死我，你婆娘我也睡过了。你哎呀！污蔑的话还没说完，脸上便被桑占重重的打了一拳。清者自清，他这样下三滥的货色也就过过嘴瘾。我们犯不上跟他计较，不然他又要讹钱了。他这么败坏你清白，你难道不生气？生气能解决问题吗？你今天打了他，改天他更会变本加厉的胡说八道。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只能暂且不理。你可当真能忍呢？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可不是一个吃亏的女人。这说明你还是不了解我。好了，我们走了，不要耽误了送货。不想死就闭嘴。若是让我听到村里有什么风言风语，别怪我不念邻里之情。臭小子，你一个外来户，我还怕你不成？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这做人呐，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昌伯，赶路吧。臭小子，你别得意，你的婆娘我早晚抢回来。王掌柜，这卤鸡要是一天卖不完，你要用冰块冷藏好，这样不易放坏，明天热热还能继续买。明白。我店里啊有地下冰房，里面都是用来保存食物的。那就好，您忙着，我们先走了。这剩下的要送到哪个酒楼啊？去南城，我要在整个县城打开卤鸡的销路。你这野心真不小啊！那我预祝你生意成功。桑占，这块布料怎么样？给我的。你这么帮我，我也要尽份心意才行。我给你买2块布料，回家我给你做新衣服。还算你有良心，就这块布料吧。于珊珊，等回去以后，你可要先给我做衣服，我可是等不及要穿新衣裳了。行，回去就给你做，谁让你长得好看呢？欠打的女人，敢取笑我？谁取笑你的？你本来长得就好看啊，不然你问问昌伯。我才没那么无聊呢。你家既然是外来的，那你们来这里几年了？
3年多了。3年前那时你15岁。嗯。你老家哪里的？我哥来这里安家。我家在最北方，那里天寒地冻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因此才来了南方。我看你们来了南方，日子也没好到哪里去。你懂什么？至少我们一家不挨冻了，吃野菜也能活下去。要是在极寒之地，我们早就没法活了。那个谢爷是谁？他在这县城很有威望吗？也就是有一些名气而已，威望谈不上。他们谢家世代行医，经常广施善缘，免费赠药，这让他们谢家在当地的人缘极好。原来是医者，他叫什么名字啊？这么关心那人，怎么看上他了？你胡说什么啊？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县城的人与事而已。你最好是这么想的，要是让我知道你敢背叛我，明天的太阳你就别见了。正生着闷气，忽见城门口戒严了，守城士兵一个个的在盘查着每一个人。我没证明身份的东西，会不会有麻烦啊？给，这是你的。桑占从怀里掏出一个竹牌，于珊珊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刻写着他的名字和住址。你什么时候给我弄的这个？我让我爹去村长那弄的。弄个身份证明这么简单吗？你只是嫁进东岩村的姑娘，谁在意你是哪儿的？只要多花点钱，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桑占不在意的笑了一下，他才不会告诉他，这身份牌是他让桑大铁找自己的人办的。当盘查到桑占时，3人中的一人走上前，然后接过桑占本想递给守城兵的竹牌，待看了片刻。你多大了？哎呀，官爷，这上面不是写着吗？我18，零3个月了。你家是本地人吗？是的。你家几口人？4口，我父母还有婆娘。你们既然是夫妻，为何你婆娘穿得这么好？回官爷，我这婆娘刚进门不久，我家自是要紧着她穿好的。官爷，我婆家都有很好的，这不，婚后我们夫妻便做起了小生意，以后的日子我们过得会更好。做的什么生意？卤鸡生意，后面那辆牛车上的东西都是我们装东西的。哦，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待他们一走，这位官爷走到那2人跟前。李大人，有眉目吗？暂时没有，刚刚那人年龄要大1岁，又成了亲了，想来不是他。算着日子，我们找的人刚17岁，他那样的身份应该不会这么早便在民间成亲啊。李大人，我们都来了10几天了，这县城该查询的都询了一遍，只找到2个嫌疑人，最后还不是。这次盘查再没有，我们接下来要如何做？按往常巡查，一个村一个村的查找。既然那被抓之人说过他在南方，那他肯定在这南方某一处。李大人，会不会那个人骗我们，让我们乱找一气啊？你觉得将他一家全部都以凌迟执行要挟，他会说谎吗？一般人再硬气，最终家人是他们的软肋，所以他的话还是可信的，只要我们耐心的找。是，下官定会积极配合。哎呀，累死了。不好意思啊，累到你了。你去哪儿啊？我去一趟瑜伽鸡舍，让他们给我送200只鸡过来。哎呀，你回屋歇会儿，让我爹去就行了。这天这么热。不用，我去就回。我跟你一起去。你不是嚷累吗？跟你在一起，就是再累我也能忍。你要是以前天天这么积极，你家也不至于这么穷。以前我那不是没动力吗？现在找了你这么个漂亮婆娘，我现在干什么都有劲儿了。我发现你今天很会说话，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的确有阴谋。我的阴谋就是让你成为我真正的婆娘。你能不能可怜可怜我，让我的奸计得逞啊？
我们不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年纪比我小，思想也不成熟，你现在想要的不是你将来要的。我可不想天天哄孩子啊。于珊珊，你再说一遍，谁是孩子？我现在已经成人了，好不好？虽然他隐瞒了1岁，可他的思想很成熟稳重了，他哪里孩子气了？你看看你现在，还说你不孩子气。总之，我不喜欢年龄比我小的男孩子。那些童养媳年龄差的更多，他们不照样是夫妻？谁介意年龄啊？你这就是找借口。随你怎么想，反正我不想嫁一个小丈夫。桑占没有再说话，径自走着。他早晚让他抛却掉这可笑的想法。正走着，忽见张嫂哭着跑出了家门口。张嫂，珊珊，你们怎么在这儿？张嫂，谁欺负你了？没人欺负我，我只是想到一些不痛快的事儿。你们这是去哪儿啊？我们去瑜伽鸡舍。张嫂，麻烦你再找2个帮手，今天的活多一些。行，一会儿我就找人。谢谢您，午后你们别来我家。好。于珊珊与桑占走出村子，于珊珊这才问道：桑占，张嫂家是什么情况？他们家3口人，上面只有一个婆婆，她成亲3载，一直没生出孩子，这让她的婆婆很不喜欢她，几次想要她的儿子休掉她，可是张谦不同意，所以呢，她婆婆经常是打她骂她，说她是丧门星。那张嫂过得岂不是很苦啊？苦自然是有的，那谁家的女人生不出孩子，都会在婆家受气的。向瑜伽鸡舍订好了毛鸡，2人便回了家。桑占，只派你一个事儿，你去不去啊？合适啊。我早上特意留了几只卤鸡，你给村长家送1只过去吧。你不是挺喜欢巴结人的吗？这会儿你去正合适啊。我昨天刚送了1碗鸡胗，今天再送会让人说闲话的，你送去就不一样了。那个李彩儿不喜欢他，自己也不好再去找不自在。桑占想了一下，行，我去送。于珊珊见他去了，又拿出1只卤鸡向张嫂家走去。你个丧门星，孩子生不出来，活也干不好，我们要你有什么用？珊珊，你怎么来了？张嫂，今天我特意留了几只卤鸡，让你与刘嫂也尝尝鲜。珊珊，这么贵的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卖吧。不差这几只，你拿着。刘嫂家在哪里啊？我给她也送去啊。就在前面胡同的第2家。好，我知道了。张嫂，午后见。阿占哥，李波在家吗？在家呢。爹，阿占哥来了。阿占，你来有什么事儿啊？李波，这是我婆娘煮的卤鸡，她让我给你送了1只，尝尝鲜。哎呀，瞧你们2口子，事事都想着我。阿占哥，快坐下喝杯水。哎，李姑娘，你别忙了，我回去了。李波，你忙着啊。阿占哥，你等等。李姑娘，有事儿？阿占哥，你和嫂子还好吧？好着呢，你为何要这样问？阿占哥，其实我本不想说的，可我看你人善又老实，我不想看到你让人欺负了。到底什么事儿啊？我说了，你可别生嫂子的气，也许她是被迫的。哎呀，你说就是了。桑占嘴上问着，心里却有了某种猜测。今天那个该死的阿柱到处嚷嚷着嫂子已经跟过他了，他来我家想让我爹去你家将嫂子带出来跟他回家，我爹一听他这无理的要求，就把他给赶了出去。不想他出了门更是嚷着你这外来户欺负他，说是你霸占着他婆娘不给他。桑占闻言脸色阴沉，怪不得来的路上别人看他的目光有着异样，原来是那个阿柱在背后搞鬼。多谢李姑娘告知，也谢谢你爹明事理。那阿柱就是眼红我救活了人，娶上了一个好婆娘，他到处散播谣言，恰恰说明他这是狗急跳墙，你们不要理会就是了。阿占哥，他说的话可难听了，有的话呀说的有板有眼的，让人不得不乱想。他还说什么了？他还说昨天傍晚嫂子跟他回了家，说嫂子看到他的家后啊，说他家比你家好，房屋还比你家多2间，还没有公婆伺候，
他说嫂子怕他反悔，当时他们别睡在了一起，这样呀，只等你放人便可。桑占听完，太阳穴的筋脉蠕动了几下，说明此时他在生气，可就是再气，他还是压制住了。这么多年，他已学会将任何情绪都掩饰在内心，他的身份最忌让人看出他在想什么。李姑娘，那个阿柱啊，她就是个泼皮无赖，我婆娘那么挑的女人，才不会正眼看她呢。我们夫妻过的那可是恩爱的很。李姑娘，告辞了啊。回来了。桑占一回里屋，桑大铁便跟了进去。他刚要说今天发生的事，桑占一个抬手没有让他说。我都知道了，那个阿柱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主子要怎么处理这件事？眼下还不能杀了他，否则就会引火烧身。那难道就让他胡说八道？哼，山野乡村嘛，哪个还没有几个谣言？我们顺其应变便可。是，他知道以后什么反应？他回来只是嘟囔着骂了几句。也是，他一个女人碰上这事儿，能有什么办法？他都骂什么了？比起阿柱的无耻，桑占倒有几分兴趣，那女人是怎么骂人的？他骂了一圈流氓、王八蛋、无耻之徒，最后说姑奶奶可不是好惹的，等会儿就去找他算账。哼，光骂吓唬人有什么用啊？这女人呢，就剩张嘴硬。桑占轻蔑地笑了一下，正说着，突听灵姑急声的喊人：“珊珊，你去哪儿啊？”桑占与桑大铁互相看了一眼，同时走出房门，却见那刚刚烧火的女人拿着一根3尺长的粗木头棍子，急急火火地走出了家门。阿占，你快去追他，他好像去找那个阿柱了。桑占略微想了一下，几步便追了出去。桑大铁与灵姑紧跟在后面，于珊珊一手握紧了木棍，脚下小跑地向前行去。他本想等桑占回来跟他商量一下事情要怎么办，可他一回来脸色难看不说，看到他竟一言不发，好像自己给他惹了麻烦似的。他的反应让他有些窝火，他干嘛要跟他商量？他又不是自己的谁。想着便找了一根木头棍子，他的事他自己解决。于珊珊，你站住！刚刚装逼不理人，现在来喊他，晚了。王八蛋，你给姑奶奶出来！谁呀？哟，珊珊，你可算来了！我就知道你会跟着我的。我呸！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今天我不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你当我好欺负不成？哎呀，你个臭娘们，你敢打我！我岂止打你！哼，你不是说我看中你这破家了吗？不错，的确比他家多2间。我让你感受一下我是怎么看中你家的。于珊珊眼眸带杀，拿着木棍便进了他的屋子。接着院子外的人便听到屋里面噼里啪啦的一阵打砸声。住手！怒声说着便要上去阻止，不想胳膊被人一把拧住，让他单膝跪地动弹不得。臭小子，你放开我，不然我跟你拼命！等我婆娘砸够了，我奉陪到底。你个贱人，你简直是欺人太甚了！你欺人太甚吗？还不够。于珊珊冷笑地说着便出了屋门，紧接着又来到另外2间房，手中的木棍又是一顿猛砸。你个臭娘们儿，你是想让我没家呀你？我跟你拼了！骂着便一头向于珊珊冲来。于珊珊待他冲到近前，一个闪身躲了过去。你回我清誉，我回你家很公平，再敢惹我，我可不保证下次会做什么过激的事。各位叔伯婶娘，今日大家都看到了，是他先诽谤我闺玉的。我之所以砸了他家，我只是为自己讨回清白而已。是非曲直，我想大家也有个评判。阿占家的砸得好，对待这样的人就该有勇气回击。对，阿柱这小子太不地道了，这要是换了别的女人，被这么污蔑，不跳河才怪。桑占看着站在人群中的女人，神色微沉。他没想到这个女人用最简单的以暴制暴将不利于他的事情给解决了。刚刚他威风八面的模样还真是飒爽，让他看了都心情激动了几下。他这样解决比他出手要方便得多。他要是出手打人，会让人以为他真的和这个破皮无赖在一起了。各位叔伯大娘，今日之事是
是他阿柱欺我是外乡人，想毁我婆娘的名节，现在他落个家被砸，也是他咎由自取。阿战，你婆娘比你能干，你要是勤劳一些，他阿柱怎会认为你不如他，想抢你的婆娘？我看你日后啊，还敢不敢偷懒了？李伯教训的是，以后我定会与我婆娘好好过日子的。桑占一副听话的模样，于珊珊嘴角痞了一下，顺便又斜了他一眼，没有理他。这小懒汉也是个能装的。李伯，你可要为我做主啊！你看这女人把我家砸成这样，你让我怎么活呀？他家必须赔偿我的损失。阿柱，你这次做的太过分了啊！一个女人的名节岂是随便污蔑的？这要是经了官，你这是造谣生事，没个10年大牢你就别想出来。现在你只是家被砸了，你该感到万幸才是，至少你人是自由的。哎呀，就是啊，阿柱，你知足吧，人家没告你，你就烧高香去吧。行了，大家都散了吧。谢谢李伯主持公道。好了，你们小两口啊也回去吧。李伯温和地说完，便也走了。于珊珊狠狠地瞪了一眼那个怒气满面的阿柱，然后高傲地挺直身形走了出去。阿柱啊，我劝你经此一事，夹起尾巴做人。倘若再找我麻烦，你的死期便到了。臭小子，你威胁我，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你以为我怕你啊？今日之仇，我必定加倍。阿柱，我的话向来不是说说的，你可别逼我。桑占眸光杀气凛然，让阿柱看了心里直发毛。在他以为就要被掐死时，穷小子松开了他，这让他一连吸了几口气。我说的话可记下了？记下了，记下了最好。桑占邪似的笑了一下，转身便离开了他家。阿柱看着得意的离去，眼眸有着阴毒之色。我会记下的。干嘛？生我的气了？你又没得罪我，我干嘛生你的气？还说没有？你这样跟我说话也叫没生气？我只是被人无端造谣生气而已，不是对你。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替你出头就生气了？不是，我的事我能解决，我找你干什么？他的确不是在气他没有替他出手，他只是气他回来沉着脸便回了屋。明明已经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他那是什么表情？好像是嫌自己给他惹了麻烦似的。他又没想让他管自己的事，他凭什么黑着脸待他？有些事啊，的确是由你出面，比我出头有用的多。若是我出面呢，只会让事情适得其反。我当然知道这点，对待他那样的小人，便是当事人直接打上门，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事情真相。我只要将他的谎话拆穿，谣言便会不攻自破。那既然你都知道，你干嘛还不理我？我怎么没理你了？我这不是跟你说这话吗？他才不会实说，那样倒显得自己小心眼。还说我比你小孩子气，我看你啊，年长我一点也没成熟多少。你这人自尊心太强了，肯定是看我回来没有第一时间跟你商量这件事儿，你便以为我们的关系我不会管你的事儿，这才让你决定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吧。我猜的可对啊。于珊珊心里嘀咕了一句，猜对了一半，最重要你黑脸了。我自尊心的确很强，能不求人的事我尽量不去求人。谁都这样，我之所以当时没有表态呢，我只是暂时的还没想到其他的办法平息此事。我若是不管不顾的找到他家打人，人们只会认为你是真的被欺负了，那样便会坐实了他散布的那些谣言。阿战，珊珊，出来吃饭。好了，事情都解决了，我们就放宽心去吃饭吧。待吃完饭，于珊珊回屋便看到他躺在炕上侧身躺着，好像是睡着了。于珊珊慢慢地打开衣橱，从里面拿出林姑给自己的旧衣裳。一会儿要杀鸡干活，她先将旧衣服换上，侧头看了一眼炕上的小懒汉，见他一动不动，便轻步走到自己睡觉的炕沿边上，然后脱了自己的新衣裙。当他脱的只剩胸衣与内裤想穿旧衣时，后背忽地有人贴了上来，一双手同时也搂住了他赤裸的腰身。
于珊珊想挣脱开，无奈男人搂得太紧，让她一时无法挣开。她又不想用武力，不到万不得已，她不想暴露自己的实力，那样更会让这个懒汉怀疑她是否失忆。经过几天的相处，她发现这个小懒汉心思缜密，很善于猜测人心。也许他念过书的原因，这让他言谈举止完全不像是一个无知的穷小子。若是让他察觉到他没有失忆，势必又会问起他的身份。他又不是这里的人，让他如何说出自己的来处？放手！于珊珊，你是不是真不把我当个男人？桑占掌下感受着女人细腻光滑的皮肤，眷脸贴在她的耳后，薄唇轻咬了一下她的耳垂。你是男人行了吧？先放开我，一会儿张嫂、刘嫂他们便来了。于珊珊可不想惹怒他，只能暂时顺着他。现在承认我是男人了，那我们是不是有希望做夫妻呀？桑占手掌又搂紧了他几分，女人柔软似无骨的身体果然惑人。喂，你别得寸进尺啊！你就是七老八十也比我小，只要小我们就没得谈。快放开我，不然我可生气了。迂腐的女人。桑占惩罚性的咬了一口她白嫩的肩膀，本想咬一下便放开她，可当薄唇碰到她的带有女儿香的肌肤时，忽觉那感觉是她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感觉让她心底燥热不已，这让她不由深深地吸吻着她光裸的肩窝。于珊珊毫无准备地被男人这样吻，这让她顿感浑身酥软，红唇不自觉地轻吟了一声。桑占听着她那一声低吟，眸光暗沉一片。当女人想挣扎时，他顺势将她压在了身下，性感的薄唇随之附上她的红唇。于珊珊想用力推开他，可这小男人死死地压着她。随着他的吻越来越狂热，于珊珊渐渐的也陷入了情欲。正当她快迷失自我时，忽觉男人的手正往下游走，这让她一下清醒了过来。趁身上的小男人放松，一把将他推开，同时想也不想的一巴掌呼了过去。桑占被这一耳光打回了现实，脸上传来的疼痛让他沉了脸。于珊珊，你找死是不是？你又打我！于珊珊手上穿着衣服，侧头气恼地瞪向他。打你都便宜你了，要不是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早将你杀了，岂还会让你屡次冒犯？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的不杀之恩了。你再敢对我无礼，别怪我赖账走人。桑占闻言，眸色闪了一下，接着嗤笑了声：哎，别，我们一家可还都指着你过好日子呢。只要你不勾引我，鬼才稀罕动你。谁勾引你了？我见你睡着了才换衣服的。说到底，你还是拿我不当回事儿。下次再无视我的存在，我让你好看。不过话说回来，你的身材的确很美，皮肤白皙似雪，跟书上描写的一样美。你也别怪我把持不住啊。桑占痞痞的目光扫亮着他，好像能看穿他一般。流氓，真不知道你都看了一些什么下作的书啊！于珊珊鄙夷地瞪了他一眼，便出了屋门。桑占却笑了笑：下作吗？我怎么不觉得？说完，从被子下面拿出一本书，随手翻了一页，里面出现了一对男女痴缠的画面。桑占看了2页，眸底有着火焰，语气却嫌弃：好你一个梵文呢，竟然给我送这种书。这是前2天桑大铁进城回来后交给他的，说是梵文特意给自己找的。他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怎抵得住这等诱惑？尤其还守着这么个漂亮女人，他不动凡心，岂不是成了和尚？现在给我做衣裳，我可不想再穿着带补丁的破衣服了。今天太晚了，改天再做。哪儿晚了？1个时辰后再睡也不晚啊。你要是着急穿，让你娘做去。我现在有了你，我找她做什么？我就让你做。我不做，我可是累了半天了。感情你啥活都没干，不累？哪儿累啊？腰疼。于珊珊随口一说，为的就是不给他做。
谁大晚上的做衣服？何况白天他对自己耍流氓，他才不积极给他做衣服穿，他要等2天再做。要不我给你按按？滚！我可是很会给人敲磨的。不需要。你是不是怕我对你轻薄呀？你放心，我绝不乱动，我只是单纯的给你敲磨一下。你这样的，我相信就是傻子。睡觉。于珊珊瞪了他一眼，便要去铺被褥，可当他刚一动，桑占轻身上前，不容他反应，便让他整个人趴在了炕上。于珊珊刚要挣扎着起身，身后男人一把按住了他双肩，他的手法很巧妙，让于珊珊不能动弹一毫。桑占，你个王八蛋，放开我！于珊珊没想到他还会控制人的手段，这倒让他小瞧了。你再骂我，我可对你不客气了。你想闹哪样？你不是说腰疼吗？我给你按按，要不要我按？不要。是吗？我想你是需要的。我强魔就是，你别乱动。这样多乖啊。桑占笑着说完，跪坐在他一旁，双手化掌按在他的腰间，然后不轻不重地给他按摩着。起初于珊珊以为他不安好心，可随着时间一长，那双手始终规规矩矩地给他按着，而且按得还很舒服，让他有些昏昏欲睡。舒服吗？现在可以做衣裳了吗？明天吧，今天不想动。也好，依你。你睡着，我去洗澡了。桑占沐浴回来，便看到已经睡着的女人站在炕沿前，低头看着她的睡颜。她睡的是那么平静放松，面色没有一丝忧愁。你到底是哪里的人呢？月色笼罩着大地，夏季的微风却吹不走屋里的炎热。炕上的女人不时地翻身，热得她迷迷糊糊解开衣衫，不时梦吟般地喊着热。无疑这时的女人很吸引他，可他并没有越矩。他要的不是偷偷摸摸，他的身份是不屑那样强要一个女人的，他要的是她的心甘情愿。桑占摒弃杂念，随手拿起一旁的蒲扇，给她有一下没一下的扇着，让她舒服一些。而于珊珊本来正睡得迷糊，突觉一股凉风扑面，让她顿感一阵舒爽。在察觉到凉风是人为的时，心底微愣了一下，这小懒汉竟然给她扇风。她实在想享受这股舒服的凉风，不想就此打断。于是在明知道有人默默付出，他也故意没醒，就那么坦然地接受着一旁小男人的好意，让他辛苦一下就当罚他白天对他的无礼好了。我来吧。怎么，今天西边出太阳了？于珊珊语气调侃道。桑占就当没有听出来，眸光带笑道：西边那是落日。太阳也好，落日也罢，你这大早上的帮我干活可稀奇得很。有什么稀奇的？以后我想吃好的全靠你了，我又怎么能只吃不干活呢？真当我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看来你这是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少，希望你继续保持，可不要一时兴起，3天打鱼2天晒网。那你就看着，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桑占，你可知哪里还有养鸡场？你以为人人都能养得起那么多鸡啊？要是没有一定的财力和技术，是很难开好一个大规模的鸡场的。所以呢，周围村庄只有于家鸡舍一家，他家的鸡都是供给县城的。也许平时的烧鸡并不引起人的口欲，需求量也不是很大，他一家的鸡场供给还是很充足的。可要是像你这样大批量的发卖，我想用不了几天，于家鸡舍的鸡啊便都被你卖完了。照你这么说，我这卤鸡生意几天后便歇菜了。珊珊，等于家鸡舍的第2批鸡养大了，你再接着做不就行了？那怎么行？养一批1斤多重的鸡需要2-3个月，这空下来的时间上哪挣钱去？不挣钱，我拿什么还债？桑占闻言，眸色暗蓝。珊珊，其实你不用跟我那么见外的，你在我家不好吗？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我不想欠你太多。珊珊，你只要留在我身边，你就不用还人情了。桑占低头在他耳边低声道：我还是还你人情吧。随你。你去哪儿啊？我去一趟于家鸡舍，让他们送400只鸡过来。你别去了，让我爹去就行了。你别叫你爹了，你用着理所当然，我可用着良心不安。
不识好人心的女人。一连几天，由眼下400只鸡，到了现在每天要600-700只。余家鸡舍的小公鸡很快便卖完了，要再想买只能等2个月后了。于珊珊这时却想到了办法。桑占，我能不能借你笔墨一用？干什么？我想到办法了。哦，说说看。我想周边村庄的百姓家里都会散养一些鸡鸭的，我可以雇人沿街发传单，上面写上高价收购小公鸡，只要他们觉得合理，便会将自己家里的鸡出售，这样货源便能供上了。桑占听完，脸色微顿了一下。他虽然第一次听到传单2字，可他很快便明白了那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他所知道的报条。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这女人经常说一些奇怪的用语，这让他更加肯定她不是当地人。她的身份在他还没查出来前，他是不会轻易放她离开的。这百姓家能有几只鸡啊？我看呢，你还是歇歇吧，我不催你还钱就是了。你不催也不行，我最不喜欢欠别人的，尤其是银钱方面，这让我睡觉都不踏实。你怎么就不踏实了？我看你睡得香着呢。珊珊，我们这样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不好吗？桑占伸手握住了他的小手，于珊珊从他掌心中抽出自己的手，委婉地拒绝道：我想出去看看。你想怎么写传单？我给你写。你就写高价收购1斤左右的小公鸡，每只10文钱，有1折请每天辰时到南城门联系，最后写上你的名字便可。收购这活儿还是由男的出面方便一些，毕竟这是在古代，他还是低调行事才是。桑占照着他说的写了几张。你要写多少份？先写200-300张吧，这样连张贴和派发，也能让各类人群都知道，这样也会消息迅速扩散。你想得很周到。你上哪儿去啊？200-300张传单，你想让我这么懒的一个人都写完啊？阿占，什么事儿啊？爹，你照着这上面写300份报条。好。屋里的于珊珊听着父子的对话，不由感到一阵好笑。你笑什么？没笑什么。说，在笑什么？你不想挨打就放开我。你这个女人呐，好无趣，就不能像别的女人那样柔弱一些？既然你喜欢柔弱型的，那你还缠着我干什么？我可是一辈子都不会是那种女人的。我劝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哪儿说喜欢柔弱型的女人了？我只是让你别动不动的便打人，你这手劲也太大了，打起人来是真疼。知道疼还不放手？哎，今天你闲了，该给我做衣服了吧？我可是等了好几天了。他见这几日他忙得脚不沾地，也没催他。于珊珊经他一提醒，这才想起他答应过的事。抱歉，这一忙忘了你的事，我现在便给你做。桑占，过来试试，哪里不合适我再改。你做的还真快。脱了你的破衣服啊！哎呀，有个女人就是好啊，几天的光景，我也能穿新衣服。哎，裤子是不是也要脱啊？不脱怎么是啊？又不是让你全脱啊！我真怀疑你到底是不是女人。桑占无奈地笑了笑，便将旧裤子也脱了，里面只穿着亵裤。待桑占将衣服穿好，于珊珊抱着胳膊上下扫量着他。怎么样？好极了，我的衣服做得不错。人呢？人没衣服好看。口是心非的女人。他眼中的赞赏，他岂会看不见？让你娘看看去。等吃饭的时候她自会看见。真当他是小孩子，要等大人夸不成？你等一下。于珊珊转身又将缝制好的蓝色布条拿在手上。我给你又做了个发带，我给你扎上，绝对好看。好。不错不错，这一下气质就上去了。还是你会打败人呐，这一下我不再是那个穷小子了。
微笑地说着，一手搂过他。你又不老实啦，你再多动我一下，那件衣裳让你娘去做。于珊珊推拒着他靠过来的身子。不动就不动。桑占悻悻地放开他。于珊珊趁现在有时间，接着又裁剪另一块布料。正做着时，林姑在外面喊着他们吃饭。先吃饭吧。桑占自然地牵过她的手走出屋子。婆婆，你看桑占帅不帅？啊？什么帅？林姑一时不知道何意。就是好看不好看的意思。那就是好看。我家阿占人长得帅，穿啥都好看。林姑现学现卖地笑道。阿占，报条都写好了，你雇谁去派发呀？明天去县城找几个乞丐，让他们在城里四处张贴便可。派发就算了，300张传单看着多，张贴各处也就不多了。等张贴传单效果不好时，我们再让人一张张的派发就行了。也好，按你说的办。吃饭。阿占家的，我婆娘可曾找过你？没有啊，她怎么了？哎，都怪我娘。那个你们先吃着啊，我还要去找我婆娘。张谦一脸无奈地说完，便着急忙慌地走了。你们吃吧，我也出去找找张嫂。珊珊，那是人家的事儿，你不要掺和了。婆婆，其他事我可以不掺和，可人不见了，我不会不管。哎，我跟你一起去。于珊珊看了看他，点了点头。二人并肩地走出家门。我们去河边找。桑占说着话，便牵着于珊珊向村外走去。你不会是猜疑张嫂想跳河吧？她婆婆天天骂她骂得那么难听，想寻短见不是很正常吗？她婆婆太无知，生不生得出孩子又不能全怪一个女人，兴许是她儿子不行呢。你怎么知道不全怪女人啊？这有何难的？没男人女人还怀不上孩子呢，女人既然没怀上，说明男人的种不行。你一个姑娘家，你怎么懂这些啊？看书看的。就算是男人的原因，那婆家人也不会承认的。明白万恶的封建思想吗？是什么事儿让你一说就都不一样了？这自古不都是这样吗？有哪个婆婆喜欢不生育的儿媳妇？所以说他们的思想陈旧啊，跟你说你也不明白，因为你的想法觉得这事情再正常不过了。快走吧。不多时，二人来到河边。于珊珊看了看周围，并未发现有人。桑占，我们分开找，你去那边，我去另一边。桑占本不想答应，可女人不等他说话，便向另一边跑了。他只能无奈地走这一边。于珊珊顺着河岸一路找，正找得一脸心焦时，忽见前面一块大山石上站着一道暗影。于珊珊紧跑了几步，待来到近前一看，果然是张嫂站在上面。那瘦弱的身形让她看上去很无助的模样。张嫂，珊珊，你怎么来了？张嫂，你来这儿干什么？张大哥正急着到处找你啊。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或许我死了，张家再娶一个就能生孩子了。傻话，为了那个不是你最亲的人，轻生不值得。张嫂，人这一辈子并不是非要为孩子而活，你也要为自己，为爱你的人活着，才是最有意义啊。我要是不顾虑他和我爹娘，我早跳河了。你能这样想就好，我们先回去，别让你男人找疯了。张嫂，你们两个看没看过郎中？看过，郎中说我的脉象都挺正常的，不像有不孕的症状。可我们都3年了，真的怀不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和我大哥多久同一次房？珊珊，这么羞人的问题怎么能随便问？张嫂，这样的问题很重要，这可是关乎着能不能怀孩子的事。我们一般都是睡在一起的。你月事正常吗？正常。月事过后同房次数多吗？有月事时我们也一起睡。啊？你不怕得病啊？女人月经期免疫力会下降，宫颈口会开放，
要是此时同房，病原微生物和男性的病原微生物都会通过宫颈口进入宫腔，有可能引起子宫内膜炎。你们这是在玩命，知不知道？于珊珊被惊到了，张嫂听得一脸懵。珊珊，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月事时你们在一起，他的分身进入你的那里，会交叉感染的。于珊珊有所隐晦道。张嫂这次还是不明白，他那里怎么会到我这里？这次轮到于珊珊发懵了。他不去你那儿怎么同房？张嫂这次好像明白了点，可还是有些不懂得问。你是说我们那里在一起才叫同房？难道你们没有那样在一起吗？于珊珊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他，好像他是个怪物似的。那里不是方便的地方吗？能在一起，那不是很脏？老天，天下竟然还有你们如此纯情的夫妻！于珊珊不由大笑起来。你笑什么？张嫂啊，张嫂，难道你出嫁时你娘没教你夫妻房事吗？没有，我娘是哑巴。你男人难道也不懂？他懂的，他说亲几下就能怀孕。看来他也不懂。张嫂，其实你们3年一直没有怀孕，是因为你们2个一直没有同房。这同房不是指的你们睡一个屋，亲亲就了事了，你们还要更深一层的交流。于珊珊说到这儿，忽地附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把同房真正的意义告诉了他。张嫂听完，小脸既羞红又难堪，还臊得不敢看他。这次懂了吧？你回去后照着我说的做就成了。不过你要忍忍疼，女人第一次会很疼的。知道了。张嫂低着头往前快走。此时她真想死了算了。原来这3年他们夫妻竟然还没真正的在一起过，这要是让周围邻居知道了，岂不是被笑掉大牙？珊珊，你可要给我保密啊，莫要将此事说给别人听。我又不傻，这事我能随便说吗？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对外说的。哎呀，你这婆娘，你想急死我不成？阿谦，我只是出来走走。婆娘，等我银钱挣够了，我们就搬出去住，这样你就不挨骂了。张谦心疼地替他擦着眼泪。于珊珊看着他们恩爱的模样，眼中有着羡慕。张嫂，你们聊着，我先回去了。那个阿战家的，谢谢你帮我找人啊。不用谢，我和张嫂情同姐妹，她的事我自是要上心的。于珊珊回了家，林姑迎上前。珊珊，阿战呢？他还没回来吗？没有，你们不是一起出去的吗？林姑言语中有着责怪。我们是分头找人的，等一会儿吧，他找不到人就回来了。珊珊，你以前不拿他当回事就算了，可这些日子阿战为了讨好你，可是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今天你要帮着外人找人，阿战二话不说便跟着你出去一起找。可现在天色这么晚了，他都还没有回来，你不说去找他，还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你这样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婆婆，我怎么过分了？他帮我干活，我当然很感激他，我不可能天天把感激的话挂在嘴边上。再说找人，他是去找人，不是他走丢。要是我去找他，他回头再找我，这一晚上就别睡了。于珊珊反驳道：你说这些没用，总之是要阿战先回来才行。你现在就去找他，他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跟你没完。行，他是你的宝贝儿子，我给你去找。对于这样父母，他也无语了，懒得跟他争执，转身便向院外走去。待他一走，桑战从林姑屋里走了出来，眸光闪着一丝谋算。主子，他出去找你了。这女人太无视我的存在，我倒要看看她到底无视我到什么程度。主子，接下来要如何做？此时那女人肯定是不会出去找我的，说不定就在门外等着我。那我们就看谁等得过谁。桑战说完便出了屋子，
然后轻步走到院门后面，在门缝里看向门外。只见月色下一道倩影在门口来回踱着步，那步伐走的也是一副漫不经心。于珊珊果然没有出村找，只是在门外等着，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于珊珊眼中有了急色，想了片刻，最终还是往村外跑去。桑占见他走了，唇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弧度。哼，女人，还算你有良心。低语了一句，人也走出门外，接着便向于珊珊的方向奔去。桑占，于珊珊，我在这儿。你怎么了？我脚扭了，不好意思，没帮你找到人。没事儿，人我已经找到了，你还能动吗？桑占装作动了动腿。哪只脚扭了？左脚。你回去叫我爹来，让他扶我回家。这河岸都是高低不平的石头路，我怕是走不了路了。喊你爹做甚？你又不是小孩，我来扶你。你这么瘦小，能扶住我吗？别到时候把我摔了。你以为我是那千金小姐吗？放心，我虽不是大力神，可扶个人的力气还是有的。平时看你干活倒是有几分力气，你确定能行吗？行不行的试试不就行了？别磨叽了，快起来吧，你配合着点儿就行。好吧，那就辛苦你了。桑占忍着笑意，配合着他站起身，然后一手搂住了他的肩膀，二人脚步有些踉跄地往家赶。张嫂可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就好，希望她婆婆有所收敛。如果张嫂这次能成功怀孕，她婆婆肯定就闭嘴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他们不可能总怀不上，说不定这次就能怀上了呢。我看啊，难，这都3年了，其实说怀上就能怀上的。人家怎样我们就别管了。我懒得管。你这脚伤的真不是个时候，明天我还打算让你跟着去县城找人派发传单呢。其实啊，你在民间收购也不是长久之计，等收购的差不多了，还是会断货的。民间收购的鸡只要能坚持2个月就没有问题，倒是于家鸡舍的鸡也出栏了。那于家长工说了，这次他们分不同批次多养一些小公鸡，争取这样随时卖给我，这样周期就长了，就算到时断货了也是几天的事，到时我再向民间收购，这样交替着，不怕没货卖。看来你已经打算好了。到时候其他城镇也要拓宽销路，只有卖多了，我才能多赚钱。很好，希望你生意成功。桑占言不由衷道。阿占呐，你这是怎么了？出去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哎呀，没多大事儿，就是不小心扭了脚了。快进屋歇着，我给你看看。哎，爹你慢点，好疼。不会是错了骨头了吧？你忍忍啊，我看一下。你放心吧，你的脚应该没有错骨。你怎么知道？要是你错了骨，你的脚腕早肿了。现在你的脚腕没事，可能就是韧带拉伤，养个几天就没事了。你还懂医？这是常识好不好？你懂得可真多。哎，那你失忆了，怎么记这个这么清楚？我失忆只是忘了我来自哪里，又不是傻的什么也不知道。你还真是会选择性失忆。你要不要沐浴啊？我去给你准备洗澡水。于珊珊岔开话题，不跟他谈这个问题。桑占眸光深谙地看了他片刻。去准备吧。于珊珊转身便出了屋门，心里却嘀咕着，这小男人明明是个穷苦人家，可他怎么感觉他的言行举止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主子，你这次装受伤是为何？过2天那边的人要巡查村子，我趁机受伤，这样更能掩护我的身份。主子英明。桑大铁，明天你陪他去县城找人张贴条报，以后收集的活儿都由你负责。主子，难道你就任由他将生意扩大？他这样很容易招来麻烦的。我当然知道他这样会引来没必要的麻烦，
可对比起那边的人对我的紧盯不放，我们也只能铤而走险。只有我们做事张扬，那边的人才会对我们的怀疑消减几分。在他们看来，我们只能低调做人，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会反向应对。主子这样想也不无道理，我们没有想那么深。接下来你们都听他的，他让干什么你们便干什么，先将那边的人打发走了再议。是。公公，水准备好了，你把桑占扶出来吧。知道了，我们出去。水温正好，你去洗吧，我去给你拿换洗衣服。说着便进了屋。桑占进了柴房，便让桑大铁退下了。当他脱去外衫，于珊珊拿着衣服走了进来。你爹呢？我让他回屋了。你脚上不能吃力，你不让他扶你进了浴桶再走。我可不想让他看到我赤身的样子，那样我很不自在。不自在？你可真气人！我怎么见你指使他们干活时，咋不觉得不自在？于珊珊白了他一眼，抬步就走。不想他刚要走，手腕便被攥住了，这让他侧头挑眉地瞪向他。放手！我可是为了帮你找人才受的伤，你就这么走了？你想怎样？我能怎样？帮我搓背，我怕我转动不方便。还是叫你爹来吧，我害羞。我又不是小孩子，干嘛还让我爹给我洗澡啊？你怎么说也算是我的半个媳妇儿，你帮我也是应该的吧？行，我给你洗，要不要我给你脱裤子啊？乐意之至，能让你这么伺候我，此生我便无憾了。好啊。于珊珊红唇微扬地应着，一手摸向他的裤腰。于珊珊一双小手不急不缓地给他解着裤带。桑占低头垂目地看着他没有一丝羞怯的小脸，眸色不由沉了沉。当女人解开了裤带要退下他裤子时，他却双掌握住了他的一双手。你当真没有过男人？要是他没有其他男人，他是怎么做到如此淡定地面对另外一个男人的？我不是失忆了吗？有没有男人怎会记得？要是有一天你记忆恢复，想起你有相公怎么办？自是跟他走了。他若是介意你跟过我呢？那我便跟他和离，反正我是不会委屈自己的。这倒像你的性格。还脱不脱裤子啦？于珊珊红唇微勾，言语有着调笑。当然要脱了。桑占松开他，他倒要看看他有多大胆。他现在若是退缩了，岂不是自己还没一个女人有胆量？于珊珊眸光瞟了他一眼，小手放在他腰间两侧，接着便弯身慢慢地将他的裤子脱了下来。小男人只穿着亵裤站在他的面前。亵裤也脱了吧？心里赞叹着小懒汉的身材很棒，小手也攥住了他那亵裤。当他要往下退时，小手再次被紧紧握住，这让他故作不解地抬眼看向对面的小男人。他就不信他一个大男孩会将他的裸体暴露在一个似陌生又熟悉的女人面前，他就是故意让他先难堪，让他以后不敢再逗弄自己。桑占将他扯进怀里，深邃的眸光带着一丝狠劲儿。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没脸皮的女人，不是自己相公的亵裤，岂是乱脱的？不是你让我脱的吗？怎么现在又责怪我了？于珊珊一副无辜的说完，便要推开他。女人，你知道你这样是在玩火吗？桑占搂紧了他，将他与自己紧紧相贴。于珊珊清楚地感觉到了他的欲望，心里暗骂小流氓，脚下一个用力踩在他的脚面上。于珊珊，你这是自找苦吃。女人，我早晚让你好看。今天让我爹跟你去现场，你有什么事尽管指使他便可。指使不敢当，谢谢你们。进城小心些，你一个姑娘家，万不能自己张贴传单，那样会引来居心不良的人。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于珊珊听着他一句句的关心与嘱咐，心里不由一暖。要是有解决不了的事，
就让我爹帮你。好，我记下了。我们去县城了。回家后便看到桑占坐在桌前写着字。你的脚好些了吗？好些了。在写什么？没写什么，只是练字而已。你的字写得真好，不去科考可惜了。你能认字，写字怎么样？我可没你写得好。你来写几个字我看看。桑占起身让出位子，于珊珊也不扭捏，大方地坐了下来。写什么呢？随便写几行就行。他这儿刚写了一个字，桑占唇角忍笑道：这是一个名字。要笑你就笑吧，有几个像你写的那样好的？待他写完，桑占拿过那张纸页，嗓音低沉地念道：明眸月女罢晨妆，杏水和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早云如火扑秦江。待念完，眸中有着诧异，这几句诗词可是绝佳啊，他怎么没有读过？这首诗是你做的？我哪有那个才情？我应该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刚刚写的时候脑子里就想到了这首。看来你也是个爱读书的，就是这字写的丑了一点。桑占眸底闪过幽光，这女人到底有没有恢复记忆？这让他很怀疑。自丑就自丑吧，反正我又不去考状元。你继续，我去做衣服了。你去忙吧。晚饭后，于珊珊洗了澡，便在灯光下缝制着自己的胸衣，嘴上还哼着小曲儿。他会魔法吧，让我无法自拔，不懂得悬崖勒马。唱的什么小曲啊？桑占一手轻捏住他的小下巴，嘴角微扬地看着他。随口唱的，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曲了。你这总是不经意地做出来的事儿，是不是你的记忆快恢复了？这和有没有记忆无关，人就是失去一些记忆，他的大脑还会有独立记忆思想的，就好比我即使失去记忆也会说话一样，失去的那只是一部分，剩下的还在大脑里运转。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一样？我以前觉得我自己的博学很过人啊，怎么跟你一比，我好像学的还不够啊。要不怎么说你年纪小呢？你一直生活在山村，对外交往的朋友也有局限，这让你想要知道的事也受到了限制。所以我建议你没事出去走走，长长见识，而不是天天看书里的内容。有句话不是说了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到时你会发现，你所看到的要比书里学到的要多得多。你一个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见解？你不会是哪个江湖人物吧？我倒想呢，要是我是个什么侠女就太好了，那样我就可以行侠仗义，闯江湖了。我看你啊，不像什么侠女，倒像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你看着像什么就像什么吧。你这缝的什么呀？内衣。你们女人都穿这个吗？他怎么看春宫图时那些画中女子都是穿肚兜的，还有他之前穿灵姑的也是肚兜，可他随身带来的那内衣显然和肚兜不同，这让他便想着打听一下，然后再让属下去查一下，看看哪里人穿这样的内衣。既然春宫图都没有这样的内衣，这就说明见多识广的那些画师也不曾见过这样的内衣，这也就是说，这内衣并不是赵国女人所属的。也不是，这内衣是我琢磨着做的，这个比戴肚兜舒服。原来你还是个心灵手巧的女人。反正不笨。热吗？热。桑占换了一只手拿蒲扇给他扇着凉风。还热吗？你要是总扇着，我就不热了。想着晚上他睡觉时，这个小男人总是给他默默地扇着凉风，这让他红唇不自觉地扬了扬。珊珊。珊珊。叫魂呐。我是怕你不理我，一会儿扎着你。于珊珊闻言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刚想问他，后脑勺便被人按住了，同时小男人轻身压了过来，
薄唇附在了他的红唇上，双唇一沾上，让二人同时心跳加快，还有一些紧张。于珊珊想推开他，可当他柔软的小手挨在桑占胸膛上时，桑占只感到周身一麻，一股燥热犹如火焰，腾的便被点燃了，伸手便将女人搂进了怀里。吻也不由狂热了几分。于珊珊起初还挣扎，可不知为何这次没有极力推开他，随着身上小男人的热吻，他也不知不觉地回吻着他。桑占得到了回应，心下一喜，这让他的吻更热烈无比。可当他脱他衣服时，于珊珊一把按住他的手。可以了，我不想再玩下去。玩？不然呢？于珊珊翻身将他推翻在一旁坐好，然后整理着被他撩上去的睡衣。你觉得我们刚刚只是玩吗？桑占俊脸微沉地看着他。男女到了这个年纪，难免会对异性产生好奇，这也就有了生理上的欲望。我们只适当的玩到这里，再深一层就不是我们该做的了。虽然你一直想让我做你的婆娘，可我感觉得到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所以我们还是保持这样的关系比较好。于珊珊，为何你的想法总是那么与众不同呢？能不能不要那么清醒？糊涂一点不好吗？让我甘愿糊涂的人，那必定是我爱的人。你为何就不能试着接受我呢？我哪里不好了？你太自我了，有一个词很适合你。哪个词啊？妈宝男。妈宝男？什么意思啊？就是事事依靠父母，自己懒得做。你这样的人就是娶了婆娘，也会闹婆媳矛盾的。于珊珊，你别太过分，我不就是懒了一点吗？可是自从你进门，我还不是帮你干了那么多活啊？你是帮了我，可你干到一半时，还不是让你爹你娘又把活抢了过去，你也没有拒绝啊。行，妈宝男是吧？以后我就当妈宝男了，以后你自己的活自己干，我爹娘也不帮你干了。不帮就不帮，我自己也能干。无趣的女人。转眼到了第二天的黎明，于珊珊由于昨晚睡得晚了一些，这让她此时还在沉沉的睡着。桑占却睁开了眼眸，微怔了一下，侧头看向睡得如猫儿般的女人，唇角不自觉地扬了扬。也就是你碰上了我，不然你现在岂还会有清白在？喂，该起了。于珊珊被他拧醒，迷糊中伸手打掉他的手，滚！然后翻了个身继续睡。你再不起来，那些卖毛鸡的百姓就要走了。于珊珊刚刚还一副睡不醒，闻言立马坐起身，转头看了看窗外，只见外面天色微明。哎呀，别看了，赶紧换衣服。公公，你在家歇着吧，我一个人进城就行了。既然他说不让他父母帮自己，他不用他们夫妻就是。桑大铁微怔了一下。哎呀，你一个女人怎么能忙得过来呢？没事儿，有昌伯跟着，收好了鸡毛直接拉回来就行了。桑大铁看他不想拖累自己的模样，心思一转，侧头看向屋门。他之所以这样，肯定是在和主子闹矛盾，可主子并没有发话让他留在家里，那他到底要不要跟着他去县城？这时屋内传来主子的声音：爹，时候不早了，还不赶路啊？桑大铁一听便知道怎么做了。珊珊，我们快走吧。说着不等他多说，抬步便往外走。于珊珊看了看那扇破旧窗户，唇角不自觉地微扬了一下，转身也跟了出去。这小懒汉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每每气到你了，回头他又似是忘了，让你气不得恼不得。今天收了多少只啊？3000多只啊！我想招几个卖货的伙计，让他们去其他城镇跑一下销路。我们做的卤鸡，鸡胗鸡肝是独一份的，若是能跑成了，我想一定会卖得很好。我相信会卖得好，我让姚元礼先帮你去其他地方跑跑看。桑占明白他说的销路是什么意思，现在对他说的一些新名词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也聪明，他一说自己便懂了。谢谢啦。不谢，
将来你这卤鸡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也沾光不是？照着这样发展下去，2年内挣够5万两，应该不成问题。到时候我也是个有钱人了。等还了你的这笔钱，这生意也给你，就当是我报答你的恩情。啊，这么大方？桑占有些意外地看着他。我来到这儿还没有出过院门儿，我想到处去看看，做生意只是我无奈之举，欠账就要还钱，等我无债一身轻时，我去哪儿也没了压力。桑占眸光微沉了一下。那你这生意我只好却之不恭了。那你想去哪儿看看？天南地北的到处游历一番，首先要去京城，我要见见这个国家最繁华的都城。你一个女人到处跑，就不怕有危险？不怕，到时我女扮男装，这样出行就方便了。有打算就好，那我提前祝你一路顺风。这天10几个工人正忙着干活，于珊珊也帮着烧火。忽然几个衙役与士兵闯了进来。大人，这家人就是外来户，他们的儿子年纪跟你们说的也相符。村长，谁是这家屋主啊？桑大铁还不过来见过大人？哦，桑大铁一副老实人没见过世面的模样，慌里慌张地走到李石近前，也顾不得地上脏，便跪地见礼。草民见过大人。林姑也故作慌色地跪在他一旁。民妇见过大人。于珊珊入乡随俗的也随之跪地。在这个古代可不是他耍个性的时候，能得过且过，还是低调做人比较好。还有人吗？回大人，他家还有一个儿子，我这就喊他。阿柱不等村长说话，便冲着屋里大喊道：桑占，还不出来？是不是吓破胆不敢出来了？再不出来，大人可就要拿人了。他喊了片刻，屋门口静悄悄的，不见人出来。大人，那桑占肯定是做贼心虚不敢出来，大人赶紧让人把他抓出来呀。进去2个人看看。2个衙役听命地走进屋内，当来到西屋便看到炕上睡着一个人，而且还打着呼噜，睡的是那个香。喂，醒醒！官爷，我不是在做梦吧？快起来跟我们走，李大人要见你。哎呀，那是我家大人，快过去行礼。啊！桑占好似被吓到一般，赶紧小跑到桑大铁身后跪了下来。见过大人。他刚刚在屋里面干什么了？我们进去时他在睡大觉，还是我将他叫醒了。下跪之人抬起头来。桑占故作紧张地缩着身子抬起头，眼神也不敢与他对视。我怎么看你有些眼熟啊？大人，那日在城门口盘查时你见过小的。想起来了，那时你可是穿着破旧衣衫，现在这一换衣服，我倒是没有认出来你。回大人，这些日子我家做了卤鸡生意，挣了一些银钱，我婆娘便给我做了几身新衣裳。你也抬起头来。于珊珊大方地抬头看向他，然后又低下了头。也难怪李石没有一眼认出于珊珊。此时于珊珊穿的还是林姑老气又打着补丁的旧衣衫，猛地一瞅就是一个邋遢的妇人。你叫什么名字？回大人，草民名桑占。多大了？18岁。你胡说，你才17，我可是比谁都知道。你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若是敢欺瞒本官，你们一家可都是要问罪的。大人，我们不敢欺瞒，我儿子的确是18了，他属马的。听说你们是外来户？是的，大人，我们老家在北周郡，因为我婆娘身子弱，多病，那里每逢冬天便天寒地冻的，我婆娘身子受不住，故此我们一家才搬来南方之地。
到了这里，我婆娘的病便大有好转，所以我们便在这里落了户了。可有你们老家的凭证？有，我现在便去屋里给你拿。说着，桑大铁便急忙地回了屋。桑占，你们来此地几年了？回大人，我们来此已有3年多了。3年？可还在其他地方住过？没有，我跟着我父母走走停停，花了20多天才到了这里。这时，桑大铁跑了回来，然后将一张纸页交给了李石。李石打开凭证，只见上面写着家庭住址、姓名与生辰，上面还盖着北周郡的印章。李石脸色微沉地将凭证又给了桑大铁。听闻你们的生意做得不错，各大酒楼都有你们的卤鸡。大人见笑，我们也只是为了过上好日子罢了。你们哪里买来这么多鸡？大人，这些小公鸡我们都是收购其他村庄百姓家的，我们村的余家鸡舍一时供不上货价，我们便想到了这个办法。桑大铁丝毫不提于珊珊，好像这卤鸡生意不关他的事一般。大人，这卤鸡生意都是他家婆娘做的，他们一家只是帮着干活而已。哦，大人，这阿柱说的不完全对，这卤鸡生意我只负责卤煮，对于售卖却一窍不通，是我男人帮我进城找了买家，就连收购毛鸡也是我男人想出来的，我一个小女子怎有这脑子啊？于珊珊可不想把自己标榜成女强人，她的身份只适合低调做事。桑占唇角微扬地扫了她一眼，这女人果然聪明，她算准了她的身份不会让她胡说的。大人，你可莫要相信他说的，这桑占既是外来户，年纪不管是17还是18，都只是1岁之差，他完全可以多说1岁嘛。大人，我儿多大就是多大，这凭证上都写着他的出生日期，这可是做不得假的。这阿柱与我家有过节，这才无端生事，还请大人明鉴呐。哦，你们两家有何过节？桑大铁，我就算跟你家有过节，你家要是身家干净，用得着我说吗？阿柱，我家怎么就不干净了？你在这里血口喷人，就是公报私仇，你个狗杂碎，我让你胡说！桑占怒声骂完，冲上去就将他踹翻在地，接连踢打着他，给人一种鲁莽易冲动的混小子。李石看了片刻，挥了一下手，两个衙役见状便上前将桑占拦住了。你们两家有何过节？本官想听听，是什么样的过节会让他冤枉你？大人，我婆娘上山采蘑菇的时候摔进了山沟，是本村的土猎户救了她。当时她伤势严重，看上去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土猎户不想出钱给她诊治，便想着把我婆娘卖给阿柱。可这阿柱见人快死了，并没有买下，土猎户这才将她背到我家。我娘见这姑娘可怜，不想让她死了没个去处，便忍痛掏了3两银子将她买了下来。不想在我娘的精心照顾下，我婆娘竟然醒了过来。就这样，我们便结成了夫妻。可这阿柱一见我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他心生妒忌，在村里造谣说我婆娘是他的。我们两家为此还打了一架。这件事儿满村都知道，大人可以明察。大人，没有这回事儿，这都是误会。李石冷眸看了他们两个一眼，眸底有着深思，然后又看向桑大铁，接着在他与桑占的脸上看了片刻。只见他们父子身形都高大挺拔，只是桑大铁年纪大，这让他的身体更健壮更魁梧。还有桑大铁的容貌虽没有桑占长得好看，可也是相貌堂堂。再看那灵姑，桑占的母亲虽是一个乡村妇人，可容貌却有着几分姿色。细看之下，这桑占倒和他长得有些相似，要说他们是母子还是有可信度的。李石看罢，心里的那一丝疑虑顿消。我们走。哎，大人，你不能就这么走了，这桑占肯定有问题。滚！
大人，这户人家也不是吗？应该不是，那个人要是隐姓埋名，隐居过活，不可能这么张扬。而且那小子的面相随他母亲，个头随他爹，却跟那2个人一点也不像，故此我推断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而且他们来此才3年，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已经消失5年了，这时间也对不上。大人观察入微，属下倒是没注意这些。村长，带我们去下一家。婆娘，你这天天臭着，会让我反感的。现在嫌臭了，吃的时候咋不嫌？嘿，谁让你煮的香呢？你猜刚刚那个大人要找什么人？懒得猜，我只管好我自己便可了。那个阿柱太坏了，不，应该是恶毒。好歹都是一个村的乡亲，他竟然如此歹毒心肠，想害你啊！哼，那种小人啊，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你也别气，像他那种人会遭天谴的。哟，我可记得你刚刚还怒不可遏地打了他，现在倒装出一副不在乎的神情，你这脸转换的也太快了吧？我那是一时气急了，现在没事了。我自是不跟他一般见识。切，说的你好像很大度似的。我的确不是一个大度的人，惹我的人，我早晚会让他付出血的代价。我可不想过着永不见光的日子。他日我若重见天日，我定让那些人死无葬身之地。此时的桑占周身散发着浓浓的杀气，没人知道他忍得多辛苦。